社畜苏静为护同事对了骚扰上司，惨遭开除。正愁求职无门时，他误点神秘岗位，竟拿到兵王世界入场券。门口黑包裹藏着道具与任务，2小时后传送末日，护住预知灾难的姑娘才能活。普通打工人要扛丧尸暴力，这生死局他能撑住吗？经筛选，您符合我司特种风险管理一职，是否立即投递详细简历？是或否？这世道，见义勇为还要被人针对开除，真是好人没好报啊！我这……恭喜，您投送的简历已被我司接收并审核通过，初级办公用品已发放，即将为您开启实习考核，2小时后将传送至兵王世界，请立刻联系并保护客户安全，度过末日初期。客户在末世中拥有独立生存能力后，其任务结束，公司将对你进行召回，请勿对外透露公司任何信息，并尽力发挥能力潜力。任务成功将正式入职，任务失败自生自灭。恶作剧？不对。那弩箭是真的，谁家恶作剧下这血本？喂，我是……你好，这里是……电话里的女声戛然而止，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在苏静的脑海里响起。请勿以任何形式透露公司信息，2次违反者重罚，请立刻佩戴面具，速做准备。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查无此司。怎么可能？到底什么情况？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他谨慎地观察了一会儿，最终一咬牙，小心翼翼地将面具贴到自己脸上。面具触碰到皮肤的瞬间，竟像是融入皮肤一般，消失不见。镜子里，除了他那张写满惊恐的脸和剧烈抽搐的眼皮，一切如常，但那串倒计时的数字依旧清晰地悬浮在他的视野里。弄不下来，这不是游戏，这是……这个公文包怎么跟小说里的储物法宝一样？兵王世界末日，我到底该怎么办？真的要按那张纸说的做准备吗？3、2、1、0。我去，这是神迹啊！不过这个光门就在那不动，只要我不进去，应该就没事吧？这个念头刚闪过，那道静止的金色光门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吸力，猛地朝他扑来。我靠！又是这个梦，阴雨、饥饿、发疯的人、地狱，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地狱。又做梦了？妈，我说的都是真的，马上要世界末日了。今天的云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全都对上了。清代，你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我已经问过医生了，都是因为你太紧张。我没有。赶紧起来吃饭吧，要凉了。妈，给我点钱行吗？要多少？500。500？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行，最多给你50，赶紧收拾收拾，准备上学。福同学，有事吗？高鹏，能借我点钱吗？我下个月发了零花钱，肯定还你。行啊，你要借多少？我这最多就100块生活费。谢谢你，100就够了，太谢谢你了。张阿姨，我看见清代了，他正跟我们班一个男同学说话呢。没有，那男的土里土气的，肯定不是谈对象。但是他这病真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还是赶紧带他去看看吧。真穿越了，这给我干哪儿来了？兵王世界，末日，但这儿怎么看都是一片祥和。算了，先找到客户再说。时间不多了，我努力了那么久，可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难道真的逃不过去了吗？完了，末日是真的。苏静翻墙进入精神病院，他一走进大厅，目光立刻就锁定了那个穿着病号服的少女。他视野中的红点正是在他身上。不是吧？客户是个高中生，还是个病人？公司已经提前联系过你了，对吧？你叫什么名字？福清代。哥，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怎么称呼我？公司不让透露任何信息，保密边界在哪？谁知道？还是编个瞎话稳妥点。接下来的谈话只限于你我之间，我不希望你把我的身份透露给任何第三方，能明白吗？我是公司特别行动部精英干员，我叫李豪成，你可以叫我豪哥。从今天开始，在外人面前，我们以表兄妹相称，能理解吗？理解，表哥。接下来的谈话，
我希望你能没有隐瞒的告诉我，你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公司跟你谈话的内容，还有你为什么会在精神病院。我不是精神病，是被误送到这里的。我是龙山中学的学生，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开始做同一个梦。梦？什么梦？详细说说。梦里下了一场好大的雨，连着下了5天5夜。然后街上的人就开始发疯，见人就咬，整个世界都乱了。是。苏静的腮帮子瞬间绷紧，握着笔的手指关节发白。穿越我认了，末日我也认了，现在还丧尸危机，而且感染方式是雨。开什么玩笑？水被污染了，人还怎么活？表哥，你没事吧？苏静强行压下心头的惊骇，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没事，你继续说。距离你梦里那场雨还有几天？从今天开始算，还有7天。7天？7天时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家？装可怜也好，演戏也罢。我也不知道，我妈非让我在这里治疗。继续讲你的日常生活，还有你父母的情况。通过去福清代的询问，苏静了解到这里的社会法律意识淡薄，人情关系重。7天后末日，暴雨持续5天，疑似丧尸危机，他必须在7天内完成在福清代家附近租房、囤积物资的任务。好了，我暂时就问这些，现在轮到你了，你想问什么？说吧。福清代紧张的咽了口唾沫，终于壮着胆子问出了憋了半天的疑惑。表哥，你是外星人吧？你是 P 的人皮吗？毋庸置疑，我是那美克星人，我们就长这样。表哥，我梦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有些复杂，我就长话短说。你们地球被3体人盯上了，这帮人无恶不作，经常掠夺其他星球。那为什么要选中我啊？你们应该去通知那些大人物。为什么这种事会先找上我？苏静按耐住心中的郁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别哭了，清代，公司选中你，是因为你的身体特殊，天生就对这种病毒有抗体。只要你活着，我们就能研究出解药。哥，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来救我们？3体人对我们那美克星也发动过几次攻击。我们那美克星人虽热爱和平，但犯我那美克星者，虽远必诛。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热爱和平。我们那美克星人最讨厌抬杠。我错了，哥。就在苏静准备继续说下去时，一个冷漠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那个谁，那美克星人，你跟我来一趟。跟我来一下。你是福清代的家属？我是他表哥。那姑娘是严重的妄想症患者，你还跟她说什么那美克星人，这对她的病情非常不利。抱歉，我跟清代感情很深，小时候经常陪她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这次只不过是想带她重温一下童年。她情况不是很乐观，经常出现妄想，到处跟人说世界末日要到了。不过什么？说起来，她确实有些奇怪。她平时挺正常的，但说的话又非常离谱，就好像她真的看见了末日一样。丁小姐，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什么？这里的环境不利于他恢复，我希望下次他妈来了，你帮我说2句话，让清代能回家。这绝对不行，我们医院有规定的。我当然明白，所以这只是个请求。不如这样，我们加个电话吧，方便沟通。你这是什么？手机啊。这是手机？不好意思，我忘了，这款手机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市面流通，跟市场上的不太一样。苏静划开屏幕，展示着流畅的界面。这手机看起来真不错，要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暂时还没进入市场流通，我也是通过朋友的内部关系才买到。哦，那这手机得多少钱？不贵，才2万。2万？他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些失态，红着脸补充：这么好的手机，2万确实不贵，才2万不贵，多弄几台送亲戚朋友。他到底多有钱？还这么年轻，是不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丁家心中波起云涌，看着苏静的眼神彻底变了。丁小姐，我们似乎偏题了。对，还是说清代的事吧。看着他现在的样子，我真是于心不忍。丁小姐，你真觉得他非留在这治疗不可吗？其实也不一定。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让他回家休养。丁小姐，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丁家，过来一下。我还有事要忙，咱们就先不聊了。好，你去忙。明天你爸妈来了，你就找丁家帮你说话，说你病情稳定，适合回家调养，但不许在你父母面前提到我，能做到吗？能。好，现在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我今天就过去看看情况。如果我租好房了，你记得窗户上贴着2块白纸的就是我家。这是什么？他翻开第1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第2本贴满了各种报纸简报，全是关于生活常识、灾难自救的知识。第3本里面夹着一张手绘的龙山市地图。
这都是你寄的？表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我怕你不了解我们这儿，就提前做了准备。我还有1万多块钱，就埋在我家楼下门口那棵大树下。我在树干上标了个红点，钱就在红点下面。多少？1万多？你一个学生哪来这么多钱？我找同学借的，要是之后他们还活着没，我打工卖血也会还给他们。好好好，顶着所有人的误解被送进精神病院，还能做这么多准备，这哪是圣母，这简直是天使投资人啊！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全靠你了，表哥。人才小区距离这儿9公里，现在过去不是首选，还有更重要的情报需要确认。菜市场、药店这些日常生活场所都得去看看。电影是社会的缩影，通过电影能大致了解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和民众心态，利用灾难片来观察这个世界官方和民间对末日的处理方式。这可比我自己没头苍蝇一样乱找资料要快得多。苏静刚刚已经去过菜市场和药店，蔬菜、肉类和药品都跟自己原来世界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差别，这让他安心了些。老板，有灾难片吗？灾难片啊，你具体要什么类型的？病毒感染、变异野兽，还是外星人入侵？都有最好，就是那种末日求生的片子。明白，我给你找找。那小兄弟，这3张绝对符合你的要求。行，全要了。还有点别的吗？我这最新的片子都有，包你满意。老哥，有那个吗？什么好片儿？老板上下打量着苏静，眼神里带着一丝试探。行吧，你跟我过来。都是精品，我给你调快点啊。没错，人体结构完全正常，肌肉形态、骨骼轮廓、关节活动方式都和地球人一模一样。哎，至于吗？脸都快贴上去啊！不好意思，一时看入迷了。这张怎么样？行，你就拿走。我就先不要了，下次再说吧。谢谢老板。不是，这片儿真的不错。谢谢，还是不要了。好人一生平安，告辞。除了老旧，没什么特别的。好在楼号还算清晰，7号楼在那儿，就是这儿了。挖了大概10厘米深，一个图案斑驳的饼干铁盒露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卷的零钱钞票，还有一把钢镚。做完这一切，苏静站起身，目光扫向楼上的窗户，眼中闪过一丝喜色。福清代家住5楼，如果能租下他家对门，就方便多了。姐，你好，能借个电话用一下吗？我手机没电了。小李，你别看这楼旧，以前这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说对门的老福，还有门口保安队的程队长，那都是部队上下来的，环境是差点，但住在这儿安心舒坦。是吗？那确实踏实。原来我儿子住我楼下，要不是他非让我搬走跟他住，我都不乐意走。您儿子真孝顺，还能挣大钱，您这福气多少人羡慕啊。还行还行，小伙子你也不差。苏静笑了笑，不再多言，开始一间一间的看房。基本家具都有，过日子够了，但电器你得自己置办。行，没问题。对了，大哥，您刚才说您儿子之前住楼下，那他那房子现在是空着的，租吗？哎，楼下条件跟这儿差不多，你要想租也可以。不过你到底几个人住啊？大哥，我外地来找工作的，就我一个人住，但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的，也想过来，我寻思着提前帮她把房子找好，表现一下嘛。行，就这点小事，大哥也不能耽误你搞对象啊，就这么定了。1天之内，从家里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了精神病院，又租了2套房，就算安家了。在外奔波的时候，紧张感和求生欲强行压制着所有情绪。可现在，一个人安静下来，身心松弛，那种不真实感和恐惧感就全涌上来了。口中的苦涩味愈发明显，积压在心底的恐慌和茫然如同决堤的洪水，猛烈地冲击着他的理智。强行安排的工作，即将到来的末日，怎么就穿越了？怎么就要世界末日了？这种事怎么就偏偏砸在我头上了？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不想当什么救世主啊！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当初不陪客户喝酒，就不会得罪他，就不会被开除，就不会找新工作，就不会被这个公司强行外派到这种鬼地方。公司在吗？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果然又是自言自语，连个能向上管理的领导都没有，想当牛马都找不到门路。他就这么坐着，直到最后一丝光线从窗外消失，室内陷入一片昏暗。惨白的灯光下，他脸上自爱自怜的神情已经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事已至此，唯有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完不成任务，一样是死。公司不搭理我也算是好事，至少证明没人时时刻刻在偷窥我，不然连厕所都不敢上，都憋了1天了。距离末日降临还有6天。客户的事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为末日做准备。水和食物必须大量储备，水会污染，后续难以补充。一个正常人1天至少需要2升饮用水。考虑到福清代和他父母可能还要拉拢其他人，至少要备足4吨水，分散在2套房子的承重墙下，楼板压力应该能承受。这就需要40个100升的水桶或者更大的容器，下面再垫上木板分散压力。主食要去远处的粮店买，用纸箱分装，夜间送货，不然被人看到大量囤粮就是个大麻烦。门口的保安亭需要提前打点，就用搬家的借口。蛋白质，这个世界健身市场约等于0，蛋白粉估计没有。退一步，奶粉是最好的选择，营养复合，热量高。热武器搞不到，法律风险和成本都太高，我手里的钱囤物资都不够，而且风险太大了。那么只能准备冷兵器，长兵器最佳。去五金店买些钢管，配合刀斧进行改装。如果能弄到弓箭，龟缩在安全屋里也有远程攻击手段。只是苏静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打架我不怕，但让我砍人，哪怕砍的是丧尸，到时候手一抖，命就没了。一个成年人最大的美德就是从不高估自己。看来除了熟悉环境，最紧急的任务是找个机会去屠宰场进行脱敏训练。今天收获不错，半天在书店恶补知识，半天踩点了解物价，跟保安套近乎，钱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紧巴巴的。还是热的，跟刚出锅的一样。时间静止，小说里那些储物空间果然是真的。不对，不是时间静止，温度没变，但米饭已经回升了，有点夹生，菜的味道也淡了点。这不是时间静止，更像是一个完美的绝热环境，分子还在运动。那要是放些丹药进去，岂不是也会过期？想这些干嘛？用科学去解释玄学，本身就不科学。可我这半辈子学的除了科学，还能信什么？福清代被吓了一跳，看清是苏静后才松了口气。表哥，我出来了。干得漂亮！什么时候出来的？顺利吗？今天中午到家的，我妈刚去上夜班了，挺顺利的。那个护士一直在帮我说话。对了，她还悄悄跟我说，我的病需要调养，让你记得打电话跟她报告情况。好，我知道了。坐下说。表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之后的事都交给我，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在那之前，咱们得约法3章，你必须牢牢记住，明白吗？我明白，表哥你说。第一，绝对不能意气用事。第二，任何小事都不能瞒着我。第三，我交给你办的事必须完成，得干干净净。能不能做到？能。好，很有精神，哥相信你。其实你只要记住最重要的一条就够了，那就是全心全意的相信我。我知道你心里还打鼓，但哥跟你说实话，我从不让别人用我的胜率来评价我，请用我的败绩来衡量我，因为我从无败绩。真的吗，哥？那是三体人才撒谎，我们那美克星人从不说谎。三体人那么坏啊？就是小姑娘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得时刻维护。哥，那接下来你让我做什么？苏静正要说话，目光扫到墙角的插座，突然想起一件事。先问你个问题，你们这里的插座电压是多少伏的？220伏。你们这有科学家叫福特吗？电压的单位是什么？没有科学家叫福特，电压单位是为了纪念我国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叫李松羲，所以单位叫福特。行吧，这翻译功能还带文化转换的，有点东西。不过220伏特电压，看来很多基础科学规律是相通的，我的知识还能用。怎么了，表哥？没事，现在你把你父母的情况详细跟我说说，一点都不能漏，这关系到我们之后能不能光明正大的来往。哥，我说完，你能给我讲讲那美克星的事吗？没问题，你先说。哥，我知道的都说完了。很好，明天我就去你家，你有2个任务。什么任务？让你妈多炒几个硬菜，然后你再想办法凑到2000块钱。水、食物、药品、卫生用品基本齐了，粮油也定了，过2天送。下一步就是搞定福清代的父母，他父亲福虎以前是雇佣兵，身体素质和纪律性肯定比普通人强，说不定还能通过他搞到点弓箭类的武器。他母亲张婉慧针线活可以用来缝制简易护甲，今天务必要拿下他们。晚上6点，对门传来钥匙开门和交谈声。你是福虎？你哪位？你怎么认识我？冒昧了，我是刚搬来的邻居，我叫李豪成。李豪成，我们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一个陌生年轻人上来就直呼大名，让福虎很不舒服。我当然认识你，你们队长叫黄崇文，外号黄炮。你同班的还有个叫杨怀的。你到底是谁？自我介绍一下，特别风险干预部负责人李豪成。特别什么干预？我怎么没听过？简称特干部，直属最高层。你以前级别不够，不了解很正常。当初特干部要筛选一批特训士兵，你就在备选名单里。我看过你的资料，内部对你的评价很高，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你伏虎彻底懵了，这部门闻所未闻，可对方的履历说的分毫不差，还有自己绝密的档案，尤其是那台看起来无比高级的设备。那个李负责人，你来找我？哎，叫我老李就行。行，老李，你有何贵干？话音刚落，苏静脸上的严肃瞬间消失，又露出笑容。老福，别紧张，真是个巧合，我临时有点紧急公务，正好在你家附近，现在我们是邻居了。我这次来是想借你家电视用一下，没想到这么巧，能进去吗？能，请进，快请进。去，清代来客人了，回你屋里写去。这我闺女。哦，这位是我一个老战友的亲戚，没你事，你先去做饭，我跟他单独聊几句。老李，咱们坐下聊吧。老李，方便问你几个问题吗？当然，不过有些事涉密，恕我无可奉告。那是自然。我想问，这个特干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职能又是什么？特干部成立于30年前，简单来说，就是负责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的预判、干预、处置与遮蔽工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兜底。方便帮我放一下这张盘吗？放心，只是普通的电影，你也可以看。老福，你继续问吧，能说的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次上门确实有些冒昧，都是自己人，我不想让你产生误会。你说你是特干部的负责人，可我看你的年纪也不算大，怎么会让你这么年轻的人担任？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这样的人难找。我们这个部门需要精通国外文化，擅长多个语种，数学、物理、计算机，甚至心理学，全国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一只手数得过来。我这次也是刚回国，在这租了房子，人才小区这块都是以前的老人住的地方，我就选到了这，没成想跟你当了邻居。老福，我知道你不信我，不过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玩意儿第一次见就觉得格外特殊，肯定是高精尖科技。这东西叫什么？里面的字是什么？其实这就是一台手机，经过我们部门改装，内容换成了只有内部人才能识别的密文。这台设备蕴含的科技几乎集成了市面所有电子产品的功能，这是国外部门秘密立项制造的产品。我在国外执行任务，就是为了获取相关的制造资料。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未免跟我说的太多了吧？很好，作为特干部当年的备选人员，警觉性确实不错。其实这事儿也不值得避讳，因为1年前我就将所有生产资料传回国内，半年前内部就开始试产。我们特干部公开之后，这款设备也会在国内市场正式发售，到时候人人都买得起。现在算算，差不多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真的假的？这种高科技人人都买得起，那得多少钱？18000的吧？这是人人能买得起的价格吗？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有很多疑惑，但其实说白了，我这次是瞒着上面秘密回来的。单位上出了点事，本来该我升职的，但我多年不在龙山，有人想钻空子，所以我才跟部下私密沟通，在这临时租了间房，碰上你纯属意外。这些事告诉你无碍，只要你帮我保密就行。只要我把其他资料破译出来交给上面，升职跑不了。伏虎一时无言，陷入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老福啊，相见即是有缘，现在我手下几乎都被人盯着，你要是愿意帮我跑个腿，钱不是问题。过个10天半个月，我这边事了了。你要是想找个工作，咱们特干部办公室的位子还是有的，起薪1万以上。老李，恐怕这才是你住到我家对门，又跟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吧？说对一半吧，住你家对门确实是意外，没关系的，老福，你不愿帮我，那就不帮，我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多谢老李。你吃了吗？没吃。那晚上留下来一块吃顿便饭，方便吗？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去看看菜做的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不知道，突然冒出来的，说自己是个什么特干部的负责人，可这部门我压根没听过。但他有我的证件，还知道我的履历。不是遇上骗子了吧？你别急，我留他吃饭了，一会儿我再套他话。你看我眼色行事。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今天买的好东西都是给咱闺女补身子的，她倒好，还蹭上了。别磨叽了，赶紧坐吧。老李，你那看完了吗？打扰了二位，今天实在不好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张婉。这位是特干部负责人李豪成。坐，请坐。老李，刚才我听你们说提到个什么特干部，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能跟我讲讲吗？二位，屋里的是你们的闺女吧？怎么不叫出来一块吃？不用了，不用了，那孩子总吃零食，不正经吃饭，不用管他。老李，你继续讲。不知您二位的女儿叫什么？我女儿叫福清代，怎么了？那孩子
最近是不是碰到点什么事？我看他精神状态不是很健康。老李，你说你精通心理学，真能瞧出问题？看来二位的掌上明珠确实碰上点问题，把他叫出来，我帮他看看。不敢说比顶尖专家强，但也绝不是三流医生能比的。说话叫人，叫李叔。李叔，老李，你看看这孩子到底怎么了？最近这段时间啊，他老是……你别说话，别干扰人家，让老李好好看。精通心理学正好，是真是假，一试便知。这孩子从面相和气色上看，压力太大，我甚至感觉有一些自杀倾向。通常而言，他这个阶段都是学习压力导致的。张婉立刻看向伏虎，一脸我说什么来着的表情。伏虎斜了他一眼，示意他别出声。他最近的学习是不是数学、物理这两科先下滑了？是啊，可不是嘛，那数学成绩一天比一天差。老李，这你都能看出来？概率问题。清代，把头抬起来。我问你2个问题。你们学校中午几点休息？你又是几点吃饭？12点休息，我12点半吃。那你中午都吃些什么？跟谁一块吃？每天都不一样。苏静一连问了10几个日常问题，听得伏虎夫妇云里雾里。伏虎的眉头一直紧锁着，目光从未离开苏静。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晰了。怎么回事，老李？第一点，学业压力过大，但第2点就复杂了，他早恋。我没有。你有，而且那个男生跟你不是同一个班级，我猜是你隔壁班的。学习不好，但体育应该不错。他跟你相处了差不多2个月，之后移情别恋，把你甩了。你去找过他，但是被他羞辱了，对吧？绷住，一定要绷住！苏静的话像一把利剑，刺破了他的所有伪装。女儿突然破防，伏虎夫妇的眼神里全是震惊、不可思议，甚至还带着一丝敬畏。这太神了！医院都没看出来，他随口问几句，一下就把病根揪出来了。这就是顶尖特工的素质吗？哎呀，我就说嘛，这孩子就是学习压力大，还搞对象，哪有别的什么事？就你非要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去。老李，那这孩子现在该怎么调理啊？调理简单，但得先说问题。他这个年龄出问题，不止在学校，也在你们2位。你刚才的行为就是在加重他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就是矫情，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么……这句话也算。弗拉基米尔·徐坤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人是需要意义才能生存的动物。伏虎和张婉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在学校失去意义，回家又要被你们误解，问题只会更严重，很快就会出现自杀倾向和幻觉。已经有幻觉了，老李，那怎么办？他什么时候能上学啊？还提上学，你没发现你无形中伤害他多少次了吗？都严重到出现幻觉了，整个龙山市没几个心理医生能调理。那你有推荐的人选吗？我才回龙山，不了解情况。我老师肯定行，可惜他去年就走了。那你能看吗？别胡说，人老李又不是医生，哪有时间？那个老李，你能不能给指点指点，告诉我们怎么做？3两句话说不明白。这样吧，反正我们住对门，晚上我不忙，可以让孩子去我那儿，或者我过来也行。一天疏导2个小时，7天他应该就能回学校了。平时再配合点唱跳运动，你们后面就轻松了。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老李。老李，我敬你一杯，我是个粗人，都在酒里了。不过我们也得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吧。清代，你愿意晚上抽空跟我聊聊吗？放心，只是聊天，别有压力。那就妥了，明天我会过来。剧本早就写好，目标已经调入局中。老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要不是你，我还以为我离开部队，大家都是跟我客套，没想到上面和战友对我评价这么高。老福，客气了。还有我闺女，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招呼。之后会有小事需要你帮忙，别有压力。关门吧，我回去了。等一下，老李，还有事。我那个特干部。伏虎憋了半天，工作2个字也没好意思说出来。老福，跟我还客气什么？人想往上走不丢人。你想说我给你介绍工作，对吧？我不瞒你，我有这个能力，但不敢打包票。主要部里有什么缺我不大清楚。这样，你等我消息，明天给你结果，行吗？太行了，谢谢您了，老李，您早点休息。身后的门内传来张婉和伏虎欣喜的讨论声，模糊又刺耳。想家了，这次是真想了，想得不行。我靠，
距离末日降临只剩3天了。你是干嘛的？大哥别紧张，我不是来检查的，我叫林世荣，是来学杀猪的。学徒仔净扯淡，滚！大哥，我不白学，给我找头猪练练手，就当给我爹朋友一个交代。行吧，你小心点，我帮你看着。3个小时后，苏静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但脸上还残留着血迹。他强压着恶心，大口喘气。对面的刘哥脸色煞白，嘴唇都在哆嗦。老弟，尽兴了吧？我明天还来。还来？这小子哪是来学杀猪的，分明是来练砍人的，追着猪满院子跑，给猪都快砍成菊花了。老弟，你跟哥说实话，是不是碰上啥难事了？听哥一句话，千万别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好，眼过火了。他五官瞬间皱在一起，头一低，强忍着涌上喉咙的呕吐感。老哥，我不瞒你了，我确实不是来练杀猪的。老弟，你慢慢说。我老婆跟人跑了，我恨不得剁了他们。别假，为了个婆娘不值当。听哥一句话，哪个男人头上不带点绿？哥，听你一劝，我心里舒坦多了，犯不着为了别人搭上自己。对喽，这就对喽。那啥，你能把那200块钱还我吗？拿着，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再来了。哥，您真是大好人，我能再拿2袋猪饲料吗？钱都被婆娘卷走了，我今天就想吃猪饲料，我要记住这个耻辱，早晚有一天，我要把我失去的尊严拿回来。拿吧，你喜欢就拿吧。老李，今天这顿便饭还合胃口吧？老仆，太客气了，家常便饭比外头那些山珍海味吃着舒坦。那我那工作的事儿，老仆，工作的事我帮你问了。哎，怎么样？你这个事儿啊，比我想象中要麻烦一些。你别急，我说的麻烦是对你而言，对我来说就是小事一桩啊。那就好。事情是这样，局里确实有空缺，但你也知道，好位子盯上的人多，现在又正好是我晋升的关键时期，不好亲自出面帮你办，所以这事儿需要你配合我一下，咱们得换个路子走，只是可能要破费一些。老李，你说怎么配合？只要能成，破费点不算什么。我上司张昭，他有个儿子，大小伙子了，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我呢，现在身边都是竞争对手的眼睛，不好直接找他，所以我准备从他儿子这儿当突破口。高，实在是高。这孩子喜欢弓箭，我见过。你帮我准备3副强弓，要复合弓，50磅、70磅、90磅的，一样来1副。箭要最好的，打猎用的那种穿透性强的，多配点。什么激光瞄准器、连发器，能配的都给配上。我的天，老李，90磅的弓，我当年在部队都拉不开，这是要打仗去啊！嗨呀，老福，你这脑子，我能把这些全送去吗？这是让你保核实准备，买回来我不得挑一挑，搭配一下。送礼是门心理学，跟你讲，你就记住了。弓和箭每种都买不同颜色，我有用。你把票据都留好，我挑完剩下的，你拿去退了不就完了？我总不能亲自跑一趟去买这些吧？啊，原来是这样，心理学真是长学问了。这是你工作的事，下面说我的事。我上司儿子这条线有7成把握，剩下那3成就得靠你了。伏虎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感觉自己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老李，我能干什么？别紧张，任务很简单。我每次从国外回来，都会用秘密方式联络我的心腹。你呢？去一趟2道湾的太阳能配件专营店。去那儿干嘛？给我买一套东西，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控制器，还有逆变器，买一整套。太阳能板？对，你把东西买回来，我的手下自然会收到信号，知道我的情况，剩下的就交给我，你安心等着上岗就行。那一套得多少钱啊？我打听过了，一整套下来大概14000左右。14000？老李，这也太多了，再加上买弓箭的钱，我家……急什么？都说了票据留好，过2天一样拿去退掉。这些东西是我给下面人看的信号，一样不能差。具体的你就别多问了。这个世界的光伏产业实在太落后了，贵得离谱。好在我提前踩过点，这些店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行，老李，我什么时候去买？明天，最晚后天，必须全部买齐。办妥了这事，你舒心，我也舒心。我明白了，明天我请1天假，保证给你办妥了。这就对了。行了，事儿也说完了，我去看看清代的功课吧。好，麻烦您了，老李。清代，好好听你李叔讲课，听见没？往心里去。老福，你听，怎么没动静了？嘘，老李，这是在观察，高人都有自己的法子。房间隔音怎么样？小点声，他们听不见。钱呢？今天弄到多少？32.8块，这点钱够干嘛的？买上吊绳倒是够了。
咱俩一人一根。表哥，我妈不给钱，说我要什么她给我买，我让她买大米，她骂我有病，我怕他们真把我送精神病院去。哭啊，闹啊，你让你妈买也行啊，买吃的，买有用的东西，怎么脑子就不转筋呢？福清代被说得满腹委屈，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不停地耸动，发出压抑的哭声。哭了，我听见咱闺女哭了，不行，我得进去看看。那是排毒，老李这是在心理治疗，排解压力呢，别去捣乱。好了，别哭了，过了今晚就剩2天了。哥，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爷爷奶奶，我的朋友，他们怎么办？没用的，就算你是世界首富，你爸妈也觉得他们比你聪明。把鼻涕擦擦，快吃进去了。表哥，后面我们怎么办？听着，最后一天晚上把你爸妈迷晕啊！这是安眠药，磨成粉，下到他们饭里或者水里，等他们睡熟了，晚上11点，你出来帮我，我要加固门窗。我知道了，表哥。这就对了，来，这个给你玩，放松一下。新奇的音乐旋律响起，他的注意力被转移，紧绷的表情慢慢舒缓。他蜷在床边，白皙的脚趾无意识的在床单上轻轻点着。哥，你总看我脚干嘛呀？看你擅不擅长奔跑。哎，文具，这么多糖，你存的？我让我妈买的，我想应该能用上。你们这儿的糖味道还……话音未落，苏静的眼睛猛地瞪大。哥，你怎么了？哥，你怎么了？表。哦。福清代被呛得干呕，推开他的手，但看到苏静疯狂摆手示意他安静，立刻会意，死死捂住自己的嘴。毒，巧克力有剧毒。哥，吐这里。10几分钟后，苏静的症状如潮水般退去，她仰躺在床上，像脱水的鱼一样大口喘息。表哥，你没事吧？刚才到底怎么了？没死，差点就死了。表哥，你不能吃巧克力吗？我吃过，但没吃过你们这儿的。把手给我。好烫。擦了吧，做个实验。看来2个世界的巧克力对彼此而言都是剧毒，仅仅是皮肤接触就能快速起效，如果吃下一整块，后果不堪设想。我走了，你好好休息，记住，后天晚上11点。我记住了。老板，头回见您这么买粮的，包得严严实实，还大半夜送，有啥讲究吗？搞慈善的，仓库严了，这批粮送给贫困儿童，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弄。成，您心善，运费我们哥俩免了，就当也捐点。等一下，我听说市里化工厂有泄漏，下雨的话，雨水千万别碰，自来水也别喝，致癌。真的假的？新闻没报啊，谢了老板，我们记住了。1、2楼装了防盗窗，丧尸就算能爬墙，爬到这也得给我出溜下去。老李，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苏静想挤出一个笑容，但僵硬的面部肌肉完全不听使唤，表情显得有些阴沉。伏虎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好了，你进来看看。看到这些，苏静紧绷的神经略微一松。很好，这些东西先放在你这，后天晚上我会出门把咱们的事彻底解决。老李，是出了什么意外吗？看您状态不太对。没事，刚接到消息，我一个战友在外面执行任务牺牲了，这2天我需要缓一缓，清代的治疗也先停一下，后天我再来。我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我准备的真的足够吗？我真的能活下去吗？末日来了，他们睡熟了。我下了双倍的药，家里的水阀我也关了。福清代眼里含着泪，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别怕，有哥在，时间不多了，行动吧。这是封门，从1楼开始，把所有住户的锁眼和门缝全用胶水灌死。如果有人尸变，他们就会被封在自己家里，我们才有活路。什么？那万一有人没事怎么办？他们会被困死在家里，会渴死饿死的。这是我仿照社区打印的雨水污染紧急通知，从门缝塞进去。我还准备了除胶剂，如果后面情况允许，我可以把他们放出来，这是他们的机会。我们不可能救所有人，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仁至义尽。福清代看着通知单，又看看苏静决绝的眼神，深吸一口气，闭上眼重重点头。我知道了，走吧。2人迅速下楼，1层2户，配合默契的开始灌胶水、塞通知。哥，这又是什么？只用胶水不够，我们得用这些钢管和木条，在每一层楼道里搭一个支架，把2户的门彻底顶死。你拿这些，千万别发出声音。胶水封锁，钢架顶门，双重保险之下，除非跳楼，再无破门可能，剩下的就是安心等待了。这是维生素药片，回家之后每天吃1粒，还有奶粉，早上喝1杯，晚上喝1杯。这些蔬菜你也拿回去，跟你父母尽快吃完，容易坏。电网崩溃不会那么快，但撑不了几天。闲的时候你就练练胳膊和腿，那50磅的弓你必须学会拉开。回家后你父母也不能乱跑，
我会把你们家的门也从外面封起来。我家的钥匙你拿着，4楼物资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那些东西都是为你准备的，未来你终归要学会自己生存。回去吧。今晚注定无眠。苏静豁然起身，瞳孔急缩，全身汗毛倒竖。末日来了。这雨真如福清代梦境中描述的一样出现了。苏静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中的痛苦与不甘已被压下，只剩一片冰冷的平静。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这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鲜活世界，即将沦为人间炼狱，一切都毁了。深灰的不是天色，而是雨水。暴雨连片，如同无数道灰色的沙幔从天而坠，落到地面，又化作油蛇般的雾气在积水中游动。等等，如果雨水是灰色的，肉眼可见的异常，那所有人都会警惕，感染的风险会大大降低。清代，你在吗？哥，我在。出什么事了？福清代蜷缩在沙发上，同样一夜未眠，听到敲门声立刻跳了起来，扑到门边。看见外面的雨了吗？看见了，下得好大。怎么了？雨是什么颜色？就是正常颜色啊，透明的。哥，是有什么问题吗？苏静如遭雷击，浑身一僵，眼中的希望之火瞬间熄灭。没什么，你小心点，千万不要碰到雨水。我先回去了。哥，怎么了？没什么，你也小心一点，不要压力太大。他看不见，普通人根本看不出雨水的异常。这场末日不会给任何人留下预警。高温无效，它不是病毒，不是细菌，而是一种未知的物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根据气象局与环球环境监测中心的最新公告，自今日凌晨起，全球范围内出现相同程度的异常降雨现象。目前初步判断，该降雨事件范围已覆盖全球，持续时间和具体成因尚在研究分析中。为保障人身安全，现作如下提醒：外出时请务必携带防雨装备，请广大市民保持冷静，理性应对，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全球竟然是全球性的，无路可逃了。不出所料，暴雨天气加上那张伪造的雨水污染紧急通知，足以让大部分人选择观望。留给我的时间还很充足。尸变已经开始了。他的全身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灰色，身体随着呼吸微微摇晃，眼神空洞，毫无生气。必须立刻开始实验，只有了解这些鬼东西，才能活下去。他将4驱车的马达和轮轴与轮内一侧的仓鼠跑轮连接，一个简易的电动跑步机就做好了。他往2只老鼠身上都滴了几滴，但在其中1只身上，他又多滴了1整管。10分钟后，那只被淋上双倍灰水的老鼠突然停下了一切动作，展露出毫无理智的攻击性。他对活物有强烈的攻击性，但为什么是攻击我？旁边明明还有1只老鼠，难道是优先攻击体型更大的目标？苏静立刻拿出手机，打开录像模式对准鼠笼，自己则迅速退回卧室，关上了门。结论成立，对活体有强烈的攻击性，并且会优先攻击视野范围内体型最大的目标。就在他准备进行下一步测试时，异变陡生，发现全新样本可供回收，回收后公司将提供等价物品补偿。苏静先是瞳孔放大，随即脸上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喜。公司是公司，你们还在？回收？怎么回收？详细点啊！来人，跟我说句话。空气中没有任何回应，只有冰冷的字幕静静悬浮。回收？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回收？总不能让我给你们送过去吧？等等，送公文包，那个异空间。苏静死死盯着公文包，眼中爆发出炙热的光芒。有救了，还有机会。效率真高，虽然这公司不近人情，但办事从不拖泥带水。苏静盯着盒子，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苏静脸上翘起的嘴角一点点垮了下去。什么鬼？这不是钢塞吗？搞什么东西？侮辱谁呢？世界末日了，给我送这玩意儿，是怕我死了之后漏汤吗？苏静骂骂咧咧，最终颓然地坐倒在地，心中一片悲凉。难道是我误会了？急救栓剂，内置高浓度急救药液，当检测到体温急剧下降时，将自动注射，可多次使用，直至药液耗尽。特别提示：如必须涉险，请提前放置在正确位置，以免错失良机。药液滤性，仅限栓入使用，口服有极高中毒风险。说到底，我还是个钢塞，还提前放置，谁能夹着这玩意儿满世界跑？我就是死，也绝不可能用这种东西。他喘着粗气，在原地站了10分钟。这不是给我用的，万一清代出事，给他备着。感染后的生物运动能力轻微下降，行动僵硬，但不知疲惫，没有痛觉。苏静面无表情地换着电池，1组、2组，直到连续耗光了5组电池。跑轮停下，变异鼠只是稍微停顿，便又开始疯狂冲动，体力几乎没有损耗，甚至在不断适应，变强了。接下来的1个小时，苏静进行了水淹、火烧、钻刺等一系列实验。
他的心情也随着实验结果一点点沉入谷底。闷不死淹不死，用喷枪烧到全身碳化，依然能有轻微的动作。只有用螺丝刀精准的刺穿躯干某个位置，才能让他们快速死亡。当前播报的是国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最新通告。截至今日下午1点，境内大部分地区已遭受不明类型降雨影响，该降雨具有潜在生物危害特征，现已确认多地突发性群体失控事件与此类降雨直接相关。请全体国民立刻执行以下命令：1. 不得直接接触任何形式的雨水； 2. 仅使用瓶装水或经严密封存的水源； 3. 立即封闭所有门窗、通风口与排水系统，任何拒不执行者将被视为危害公共安全。太好了，国家机器终于动起来了。这几天，对面居民楼简直是人间惨剧，有人被逼到跳楼，有人在杀死怪物后自缢，更有一对夫妻亲手啃食自己的孩子。哭喊声、尖叫声日夜不绝，几乎将苏静的神经折磨到极限。最大的恐惧是那次广播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整个国家仿佛已经沉寂。就在这时，寂静的房间里，收音机再次突兀地响起：警告各位民众，国家功能终止，请各自为战，自救求存，不要相信。一声凄厉的惨叫，广播戛然而止。苏静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大脑一片空白。极远处的天边是核心区的方向，十几枚人类灭绝器拖着白色尾焰逆行升空，轰然砸向城市心脏。天空中翻滚的云团中电闪雷鸣，一条条云柱如倒悬的龙卷风从天而降，猛烈轰击着大地，所到之处瞬间冰结。韩琼系统，他们对自己的首都发射了终极武器。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就算丧尸爆发，也没有理由直接宣布国家灭亡。不要相信什么？你说话啊！不要相信什么？不要跳！不要跳！他机械的发射，眼睁睁看着那个女子被狮群瞬间撕扯成碎片，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积水。公司的人呢？我能干什么？我就是个普通人，为什么找上我？我自己的命都救不了，我能救谁？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张婉，张婉，你醒醒！清代，快去拿点水来！清代，你在干什么？你疯了！现在不许出去！哥，我害怕。不用怕，哥在这儿。韩琼爆发，官方现在也还没有消息，已经没有退路了，一切只能靠自己。还活着，幸好。老李，进去说。你们家的门是我封的。什么？你？听我说完，我需要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豪成，特别风险干预执行部负责人。我知道啊。不，你不知道，特干部实际上是负责研究超自然力量的部门。30年前，国家在西北挖掘出了一批2000年前的文物，我们称之为玛雅文明。通过破译石碑，我们得知他们精准预测了后来时代发展的脉络，包括这场灾难。伏虎和福清代的表情瞬间凝固在脸上。我们部门就是为此而成立，但30年过去，我们几乎快被所有人遗忘，甚至连我们部门内部大部分人都把它当成了闲职，只有我不一样。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没事吧？我现在思维很清晰，根据玛雅人的预言，会有救世主提前预知这场灾难，我就是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你女儿。我之前骗了你，在搬来之前我就跟清代有过沟通。简单来说，你女儿就是预言中的救世主。现在这场灾难你也看到了，信不信？你心里应该有判断了。等一下，你等一下。伏虎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丧尸、国破家亡，现在又冒出来个救世主。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你不但没告诉上头，反而跑过来，把希望放在我一个未成年的女儿身上？他们早就知道，你觉得我再说一遍有用吗？我让你买弓箭、买电池，你以为我想躲在这里？我们部门连预算都不给我批。预算都不批，这听起来倒像是真的。那国家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国家已经靠不住了，现在只有我们自己。伏虎的脸色迅速灰败下去，他回头看看女儿，
心中绞痛。老福，你是当过兵的人，寒穷的影响你也看见了，外面的温度什么时候能回暖，你有预期吗？我不知道，可能1个星期，毕竟现在是夏天，可能用不了1个星期。1个星期足够了，低温延缓了丧尸的行动，这是缓冲期，我至少有3天时间清理这栋楼，搜集物资和人手。老李，麻烦你请回吧，我现在不想跟你掺和。我老婆还没醒，我听到了广播，但我相信国家没那么容易崩溃，我要等救援。老福，你还在妄想什么？如果他们靠得住，我们到现在连一个官方的影子都看不见。如果靠得住，他们怎么会往城里发射人类灭绝器？好，我退1万步讲，就算他们还在，现在这个局势，救人轮得到你吗？你一个平头老百姓，凭什么先救你？等待救援，你能等多久？这次是运气好，人类灭绝器没落在我们头顶，万一下一波洗地，你活得下去吗？那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我能干什么？你滚出我家，有事别带上我女儿，我不想听你胡言乱语。爸，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办。没有帮手，我们自己找人组建团队，躲不了我们就不躲，跟那帮丧尸拼了。苏静的眼神疯狂而炽热，像燃烧的火焰。你们这小区互相都是熟人，你女儿之前梦到末日被你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肯定有不少人知道，对不对？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拉拢人，清代就是所有人唯一的希望。伏虎被这番疯话彻底震慑，呆愣愣地望着苏静。老福，我知道你护女心切，但她现在跟着你，只能等死。你要是执迷不悟，与其让她跟着你被丧尸活撕了，不如我现在就给她个痛快。现在没时间给你考虑，你是想留下等死，还是跟我合作一句话的事？不要，不要，我答应，我答应你。你说，让我干什么都行。老福，我没想过害你们，我们真的别无选择了。你对危险的预估严重不足，我必须刺激你一下，让你尽快认清现实。你既然答应了，我就会用命保护好清代。我在4楼为他囤积了物资，钥匙早就交给他了。嫂子是惊吓过度，你们屋里这个环境她很难恢复。我囤了蜂窝煤和炉子，都在4楼。屋里还有铁皮和木板，拿过来把窗户打碎，搭个烟囱。剩下的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快去吧，我在这等你。回来把炉子搭好，我们再聊，别让嫂子冻坏了。伏虎看看昏迷的妻子，又看看女儿，犹豫片刻，最终带着福清代转身下楼。老李，您这是干嘛呢？你先搭炉子，那场怪雨感染的不只是人，还有动物，鸟也可能会被感染，它们对活物有强烈的攻击性，把窗户刷黑能减少一些隐患。听着这番条理清晰的分析，伏虎心里竟涌起一股钦佩。客厅里，苏静和伏虎对坐在炉前，盯着跳动的火光，一时无言。老李，你到底是怎么找上清代的？我一个同事，孩子跟你女儿同校，听说的。老李，这事儿真的就没别的希望了，咱们特干部就一点行动没有。还有你说的预言，后面呢？没有行动，都是一群闲人懒汉。预言就说有大灾难，救世主能提前预知，后面的没了。可我女儿还是个孩子，因为一个传说，她能掺和什么事？就因为她是个孩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得行动起来，提前帮她分担责任。老福，你放心，一切责任我来扛。清代就是个吉祥物，不需要她做什么，更不需要她涉险。老福，你还有其他家人吗？还有个老爹，前几天电话就打不通了。话音刚落，伏虎终于绷不住，眼泪无声的涌出。老李，之后我们该干什么？之后当然是招揽人才，组建团队。你是老住户，这楼里的人你应该都认识，对吧？给我拟定一份名单和他们的背景资料，我会一一放他们出来。王松，男，42岁，前雇佣兵，住401室。4楼对门就是我的物资储备房，隔壁。王松，40出头，以前是雇佣兵，纪律性和武力值应该都在线，体力也不会差，就从他开始。没人，不对劲。公司给的这把弓弩，昨晚试过了，弓弩自备9支箭，打空后半小时后就能自动装填，而且破坏力惊人。这金手指够强。他正要看得更仔细些，一个微弱沙哑的声音从屋内传来：“是谁？我是你对门的邻居，你是王松吗？你受伤了？受不受伤还重要吗？你走吧。”声音听起来还有理智，不是丧尸。地上的尸体看血迹已经死了有几天了，应该是他自己解决的。就算他被感染了，目前来看安全程度还很高。2剑过后，门锁的结构被彻底破坏。王松，你在里面吗？你到底是谁？你怎么进来的？王松，你冷静一下，先别跳。你不是我邻居，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立刻下来，把窗户关上，别放弃希望，咱们可以慢慢聊。还有什么希望？国家都没了，全世界都在下雨，你看这个世界还有救吗？有家才有国，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先下来。家也没了，你应该都看见了，我娘
跟我老婆都变成了怪物。你走吧，不用管我。我必须管你。现在很多人都像你一样没了家人，我也一样。既然你不愿意下来，那我问你，你家人变成怪物的时候，你受伤了吗？我可以给你找药。3天前，杀人了，我杀人了。没事没事，杀的是要变异的丧尸，他反正也要自杀，又不敢跳，我这是在帮他。对，我其实是救了他。他自我安慰了好一阵，才扶着墙站起来，带着一丝后怕，上前关上了窗户。果然，弱点是心脏。王松跟他们搏斗过，被攻击感染的概率极高。现在不是验证感染率的时候，他必须死。刚才太险了，不够谨慎，先不找年轻力壮的了。6楼住着2个老头，听福叔说以前都搞过研究，还在部队待过。601的孙牙独居快70了，就算尸变，骨头都老化了，危险性应该不高。苏静来到601门口，重复之前的操作，除胶，然后敲门等待。你是谁？楼下的邻居。我家门被封了，我听声音楼下也都被封了。你是怎么出来的？你受伤了吗？这老头不简单，认知很高。门是我封的，现在已经可以打开了，我没有受伤。你呢？不要动，站在那。我没有恶意，我是来救你的。不要再说了，没有希望了。那场雨感染的不只是人，还有动物。我们主要的官方基地都在野外，野外动物多。雨夜当晚，官方的人可能第一时间就已经覆灭了。苏静心中巨震，一时说不出话来。老爷子，我叫李豪成，能让我坐下说话吗？您怎么知道动物也被感染了？我以前是做研究的，察觉到人出现异变，我就接了点雨水，用家里的狗做实验，狗疯了，被我崩了。我担心飞鸟野兽也会被感染，就把窗户全封了。直到昨天国家宣布功能终止，我才意识到彻底完了。孙牙捂住脸，深深叹息。片刻后，他抬起头，目光重新变得锐利。我的问题说完了，现在该你回答我了。你为什么要提前把整个单元都封锁？5楼有个小女孩说末日要来了，我相信她。清代那孩子，我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现在看没那么简单。老爷子，您拿着生命终结器坐在这里，说明您也不想死，对吧？跟我走吧，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有一笼老鼠，您是科研专家，可以帮我做更可靠的实验。孙牙的眼中闪过一丝神采，但随即又暗淡下去。他上下打量着苏静。组织团队，你够本事吗？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手上有个预言家，我还是特别风险干预部的负责人。扯淡，根本没有这个部门。现在有了。好，你说的对，现在可以有，我可以帮你。但是我快70了，死活对我来说没区别。你想当领袖，让我给你卖命，得有那个资格。如果你只是个没脑子的废物，我不如现在就崩了自己。那你想怎么样？这是里面有30发弹药，你去楼下把那些丧尸清了，做得到，我这条老命就给你了。我正有此意，您在楼上等着看吧。老爷子，您对门也是个专家吧？门我给您留了除胶剂，您要是能确保安全，就把它放出来。这屋太冷，您先去5楼伏虎家等我。知道了。这个怎么用？还以为你多厉害，回来我教你。冷静，我可以的。巨大的声响将门外的丧尸吸引过来。苏静一口气打光了公牛里的9支箭，随即猛地拴上单元门，转身就往楼上跑。哥，成功了！啊，成功了，好像干掉了3个，没看清，一会儿再来几轮。干得不错。苏静，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魏德，魏老，我的老同事。老魏，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年轻人苏静。魏老您好。老魏的爱人心脏一直不好，这次走了也算是解脱。老魏，你得想开点，不为自己也得为年轻人想想，咱俩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老爷子，这么说您是答应帮我了？你小子有勇有谋，就是脑子看着不太正常，但事到如今，除了帮你也没别的选择了。不过我没想明白，你为什么不把楼下的丧尸清光，还留了1、2只？还有，你那把弓弩里到底有多少支箭？反正管够，留下2只是准备拿来练练手。您给的生命终结器是保命的，能省则省。你这准备的确实不是一般的充分。不过你今天虽然杀了这么多丧尸，但千万别掉以轻心。我注意到了，丧尸体外都结了薄冰，但听觉和反应速度依然很快，这说明一旦气温回暖，他们的行动力可能会暴涨。观察很敏锐，但问题不止于此。按理说，这种低温加上淋了雨，1天1夜足以让他们变成一块冻肉，可他们偏偏还能动，这一点现有的科学没法解释。我希望你明天能弄2具丧尸的尸体回来，我想剖开看看有感染的风险，你敢吗？您有把握吗？没有，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体系，我只能说尽可能增加我们对危险的认知。我知道风险很大，你可以拒绝，
但我认为和未来的代价相比，这风险值得冒。我明白了，明天我就拖2具尸体回来，我来动手，您在旁边观察指导。对了，孙老，我还有1笼老鼠，也需要您做实验，不如明天一起开始。取兵有箭射的危险，我屋里还有之前存的半瓶雨水，正好用上。您那瓶雨水可能已经没用了。此话一出，屋内瞬间安静。你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没用了？因为我能看见感染的根源，那东西像是一种灰色的雾气，在没有水的环境下放置5天左右就会自己消散。孙雅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伏虎一家也惊愕地看着苏静，就连一直沉默的魏德也忍不住抬起来。你还有这种能力？怎么回事？感染物质到底是什么形态？也许是天赋吧，清代不也能预知未来吗？但这能力用处不大，我只能看到它的初始状态，一旦感染了生物，我就看不见了。这是个好消息啊！原来你小子也有特异功能。这么说，雨停了，污染源头很快就会消失。不，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2场雨，而且感染的源头已经从雨水转移到了生物本身。你看那些行尸走肉，有半点要彻底死亡的征兆吗？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瞬间被浇灭，众人心头一沉。行了，各位，当下只能靠自己，准备战斗吧。来，先吃饭。解剖丧尸，我真的能行吗？清代。哥，我能睡你旁边吗？怎么了？我妈她今天情况还是不好，哥，我该怎么办？没事的，你妈就是吓着了，养一养就好了，以后会越来越安全的，我们早晚能像以前一样生活。噗，你这头油都能炒盘菜了，有你在，咱们起码饿不死。哥，孙老、魏老，我按看到的灰度做了色卡，从1到10，浓度递增，你们看下。想法很好。灰雾这种超自然物质能做到可量化，是实验的第1步。小李，3号和4号样本的浓度差异，肉眼几乎无法分辨，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参照物来校准误差。明白，我再去做些调整。再这么写下去，人就要废了，必须给他们找点事做。老李，我们能干点什么？总不能一直干坐着。你等着。他来回跑了几趟，很快，客厅地上多了一堆东西，各种大小的石头，几件旧衣服，一卷铝箔纸，还有一大袋猪饲料。老福，这些石头和那袋子里的东西是给你和你女儿准备的。这是干嘛？训练。从今天起，你们别的不用干，就在屋里练体能，练力量。那边还有弓箭，回头咱俩把对门的玄关拆了，空间打通，用棉被当靶子，好好练剑，以后肯定用得上。还有这个，练前练后各吃1勺，能帮你们快速增肌，缓解疲劳。老李，这不就是猪饲料吗？什么猪饲料？那是我给你们特调的训练饮品，专业名词叫乳清蛋白，量大，用猪饲料袋子好装罢了。你要不清楚怎么练，我教你，这可是好东西，纯乳清蛋白。在这个年代，健身房猛男吃的蛋白粉就是从猪肝水里提出来的，里面说不定还有抗病兽药，一举两得。可惜没搞到睾酮，不然给父亲代打2针，肌肉蹭蹭的长。老李，我练没问题，可我女儿清代，她一个女孩子能练出什么来？万一遇上事，手脚无力，不练才会手脚无力。老福，这时候我不跟你客气，你这观念太老土了，管他男的女的，只要练，力量就能上去。现在这种时候，活命才是最重要的。大嫂，我知道你害怕，但有我在这，我就会护着你们到最后。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也有任务要交给你。你是裁缝，这些衣服和布料需要你重新设计，在关键部位缝上口袋，把这些铝卷裁剪成合适的尺寸，插进口袋里，做成简易的防护服。这不难，我试试能做出来。很好，大嫂，这是我们安全保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命可都交给你了。你放心，我保证不出错。孙老，这里我清理过了，可以用来充当我们的临时解剖室。不错，小李，你很谨慎，是个搞科研的苗子。等我指示你来操作，我负责记录。其他地方没问题，就是心脏有点奇怪。小李，你过来看看，这块黑的是烧的还是长在上面的？我眼睛看不太清。苏静凑过去，眯眼细看，心脏中嵌着一个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黑点，是长在上面的，像结缔组织，质地很硬，接近骨头。正常的病变，心脏不可能长出这种东西。看来灰雾主要影响的是心脏，把那具也剖开看看。苏静抱起另一具尸体，迅速解剖，果然，他们又在心脏看到了一样的东西，但这次的体积更大，有拇指大小。怎么了，孙老？这具尸体的主人是个瘦子，地上那具比他胖，肌肉强度应该更高，但结果恰恰相反。唯一的解释就是心脏变异区域的大小决定了他们的力量，也就是说，丧尸在进化。等等，这又是什么东西？这是淋巴。不是淋巴，淋巴不长这样，也不在这个位置。
这东西不是人体该有的。你是不是心跳变快了，还感觉很饿？对，你也有感觉，而且感觉越来越强了。看清肉球的一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食欲从两人体内迸发，那颗肉球仿佛有巨大的魔力，诱惑着他们将其吞下。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大脑的生理机制会重新定义味觉内脏，这种高能量但腥臭的食物会成为首选，原本难以下咽的也会变得美味，营养才是核心。孙老，你说啥呢？没事吧？我没事，我在想，到底是这颗东西在诱惑我们，还是我们的身体在渴求它？有道理，我感觉吃了它会有神奇的力量。哪里看来的歪理？这么大人了，怎么还那么幼稚？等下，我来吧。我穿得厚，万一切开有强腐蚀性液体，那就麻烦了。也好，切吧，小心一点。肉球内部并非被切开的组织，而是像剥开荔枝，两瓣肉膜中间夹着一个完整、极其清澈透明的水球，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其存在。看起来像个水球，你的视觉跟一般人不一样，能看出什么特殊吗？水球，我看着是七彩的，很漂亮，像是好东西。倒在这个托盘里。好。什么情况？好像被我吸收了。话音刚落，一股热流猛冲苏进头顶，他大脑嗡的一声，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小李，小李！老孙，他还能醒过来吗？这天都亮了。他在高烧，别碰他，万一尸变就麻烦了。就目前观察，感觉不太像是尸变，眼动很快，丧尸应该不会做梦。行了行了，都退后，我瞄准了。什么情况？还能说话，没事。小李，你没事吧？水，给我找点水喝。毛毛躁躁的，拿个长勺给他喂，离他远点。你笑什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谨慎点好。这个时候还有闲心开玩笑，都被你吓死了。孙牙骂着，却还是接过福清带递来的长柄勺，小心地给苏静喂水。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了吗？我记得那个水球被我吸收了，之后我一直半梦半醒，感觉体内有股气流在乱窜。神志清醒，看来没什么问题。需要给你解开吗？先不要急，再观察一下。我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身体发轻，感觉要飘起来似的。神志清醒就好，其他的都是小问题，给他解开。哥，你感觉还好吧？没事。他刚一站直，那股轻飘飘的感觉突然倍增。他看向一侧的墙壁，心中一动。你们不要紧张，我身体有些异常，要试一下。超人，这是超能力啊！小李，你是不是进化了？我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但身体没有不舒服，反而变强了。老话说，毒物100步之内必有解药。看来这丧尸灾难可能也藏着转机。屋里太小，我下楼试试。你们在这儿等着。速度和灵活度高了好多，试试看。看来那水球就像小说里的能量晶核，身体好像又轻了点，是光线原因。小心，有猫！你先别回来，在楼道里等着观察，千万别感染，稳住。小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冷不冷？一点不冷，外面零下20-30度，我居然没感觉，体质真的变了。1个小时了，你沾上的血量不少，按我们观察小鼠的规律，早该有异样了。你情况特殊，可能真不怕感染了。今晚你在4楼房间单独待1天，确认没问题，明天再回来。水和吃的还有衣服都给你放屋里了。明白，谢谢。你们也做好防护。孙老早，1天过去了，我啥事儿也没有。看来我真的能免疫感染，那种肉球对我们至关重要。我昨晚研究了一下我的能力，力量和速度都有不小的提升，以后在面对丧尸，自保会简单许多。太好了，太好了！看来活下去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不过还需要严谨一点。你的情况，我们之后再多观察观察。苏静察觉到孙牙的异样，笑容收敛，眉头微蹙。孙老，是不是昨天出什么事了？哎，确实出了点问题，我们犯了个低级错误。什么错误？实验室的老鼠丢了2只，人我已经全部迁到6楼了，但老鼠还没找到。影响大吗？是感染过的老鼠？不是，我们实验过，生物体不是100%感染，跟吸收的雨水质量有关。老鼠感染很快，有一批经过我们测试确认没有问题的，就都归类到另一个笼子里了。所以丢的是没问题的？对，就是这个笼子里的老鼠丢了。可那个笼子我们翻来覆去的看，都没有老鼠能逃跑的缺口。最诡异的是，第1只老鼠丢了之后，我们立刻加强了防护，实时监看的时候，老鼠一点要跑的迹象都没有。结果我们的人就离开了1个小时，回来就又消失了1只。现在老鼠在哪？还在5楼那个实验室里。老魏多套了几层衣服，在屋里死死盯着呢，眼珠子都不敢转。带我过去。那鼠笼是用粗铁丝编织的，外面又套着一个玻璃缸，底
顶部还用厚木板压着一块大石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老鼠都不可能跑掉。魏老，有发现吗？人在就没问题，人一走就消失。要是有台录像机就好了。录像机我没有，但能录像的东西我有。我的东西呢？你的东西没人动，都给你挪到6楼了。好，你们稍等我一下。老孙，你看他那是什么设备？屏幕那么大，那么清晰，确实不可思议。那电池看着不大，肯定用的是锂电，但要长时间录像，耗电量不小，还需要外接电池。我看见他那设备界面，还有那个外壳设计，以现在的技术绝对做不出来。这小子不会是外星人吧？这常宇会不会跟他有关？你这么一说，他有时候说话奇奇怪怪，还老说一些奇怪的比喻，感觉是有点不太正常。先别说了，他看过来了。二位聊什么呢？啊，没什么。那个小李啊，你这录像机什么型号的？外国货，新型号。咱们先出去吧，等会儿再回来观察。二位，我看咱们现在人手缺得厉害，等的时间也够久了，我准备去楼下把那些尸体都处理了，顺便再招些人手。你俩先上楼休息，门锁好，老鼠再能钻也跑不出这屋。行，你忙。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啊？别想那么多了，小李人还不错，别瞎猜。我这不是跟你研究吗？别研究了，总不能啥都研究吧？研究出点事儿来咋整？走，上楼。谁？大哥，别杀我！我是保安队的成都，咱俩还唠过嗑呢。程队长，我是来救你的，不用怕。兄弟，我吓死了，我喊你喊的嗓子都破了。别凑过来。接触过雨水吗？当然没有，我手机收到短信了，雨水是脏水。那你喝什么？前2天喝饮料，后来喝厕所水，今天喝的尿。你怎么不早一天来啊？尿都喝了，防患意识倒挺强。对门什么情况？对门的刘大姐是寡妇，家里有水应该问题不大。3楼301好像出事了，我听到有惨叫。302是个女大学生，具体情况不清楚。好，你把有用物资收拾上，我去救刘大姐，然后一起上楼。301的人死光了，302不会也这样吧？你们仨在床上搓澡呢？动手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没想到死前终究还是没做成男人，但这是不怨我，实在太臭了。哎，怎么回事？解释解释。他们要对我施暴。我失常了吗？我问你失常了吗？你竟然敢偷偷背着我们喝尿！苏静愣在原地，表情不断变换，他悟了。你也参与了？都这德行了，还有闲心扯别的，没长脑子。我现在没心情听你们说废话，或许你们对我有些误解，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我这次是来救你们，不是来害你们的。本来我应该帮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鉴于你们之前的表现，我决定暂缓一下。等会儿我会给你们送来食物和水，你们就老老实实留在这，等候处理。我警告你们，谁要是敢跨出这道门一步，我剁了他。哥，我错了，刚才是我不对，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按我说的做，你就不会遭罪。滚回去。好像忘了问他们接触雨水没？算了，先隔离。稳妥点总没错。他不是疯子，是来救人的，我能活命了。可是我也把他得罪了，万一他报复我。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那位大哥说了，不准乱来。李芳，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快把袜子穿上，别冻着。你滚呐！感染有潜伏性，出于稳妥，楼下那3个人多晾一段时间。等外面情况稳定，我带人去猎杀楼里的丧尸，寻找物资，凑齐一批人就整编队伍，建立据点，进行全城搜救。二位觉得呢？可以。到整编这一步我同意，但在城内建据点我不支持。那您的意思是？整编完毕后，直接出城去官方基地，用重火力武器扩充阵地。似乎太激进了。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我和老魏都这把岁数了，要是我们不在了，那些重火力武器谁来教你们用？再说老魏的药也只够吃1个月了。魏老，您缺药怎么不说？
吃了舒服点，不吃也不一定会死，没必要为我担风险。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去看看那些老鼠。又少了一只，6号鼠不见了，笼子没破。先看录像。他在干什么？苏静放下手机，全身僵硬。孙牙、魏德看着笼中正常的3号鼠，遍体生寒。这太诡异了。你们2个回去，我去看看。大哥，他疯了，他变成怪物把李芳给杀了。你胡说，分明是你杀的。他喝了雨水，他疯了。大哥，你快杀了他！都不许动，站好，后退。有丧尸进来了，死了个人，这2个人里肯定有一个跟那只老鼠一样，全新感染类型。这是最好的观察时机，必须搞清楚。你从头开始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李凯突然倒在地上，到你了。是他醒过来就发疯。你们2个把衣服脱了，全脱。大哥，真不是我，没这个必要吧？外表完全正常，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已经知道是谁了，你们先回去。怎么样？谁是凶手？都是凶手，都杀了。张婉拍着胸口，福清代抿嘴古怪的看了眼苏静。我要跟孙老魏老单独谈，你们先忙。左边那个是真凶，感染部位在大脑而非心脏，这种类型可能会有特殊能力，但和普通生物一样，斩首、流血、中毒都会死。原来你是下毒了，但你怎么知道感染在头部？解剖，从头到脚拆开看的。现在我全明白了。暴雨波及广，人心莫测，信任链断裂。广播说的不要相信，是不要相信任何人。哥，醒了。你不锻炼，在这儿干啥？刚练完。哥，昨天那2人是你用巧克力毒死的？是，出了点问题，但我能摆平。别跟你父母说。我不说。到底什么事？告诉我吧。你还小，别问。但记住，出去后别信任何陌生人，有人受伤要警惕，觉得谁奇怪，直接杀。这弓送你防身。那你用啥？我有超能力，不怕感染，弓箭的作用不大，更何况我还有另一把。福清代拿着弓箭使劲拉，却怎么也拉不开弓。把手伸进去，看看有啥。什么都没有啊。公司装备绑定，别人用不了。箭矢虽然无限，但是有冷却，反而还不如普通武器。公司害我。这巧克力你收好，如果有人对你不利，就找机会给他吃。知道了，哥。怎么这样了？用签子扎了他几下，他不装了，总想攻击我们。我们发现这种潜伏变异生物分2类，丧尸和伪装变异生物，他们非同一阵营。伪装者无感染性，丧尸也会攻击他们。先别高兴，丧尸攻击是因本能，伪装者对丧尸无兴趣，只在被攻击时还击。但是他们对未感染生物有强烈杀戮欲。这种感染会提升智能。3号鼠的伪装水平高，我认为可能，但伪装者到底有多聪明，可能取决于元素主的智识水平。我认为变异有3种可能： 1. 心智扭曲好杀戮，但仍是普通人； 2. 像你一样有了神奇能力，但外表没变化； 3. 气质变化，像3号鼠，如果没有皮毛掩护，他已经在肉体上产生了显著可观测的变异。我和老魏讨论后确认了一点，这些伪装者无论多聪明，在一项人类能力上已大幅退化。什么长项？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对，他们杀戮欲极盛，有机会就下手，就像这老鼠发现藏不住就会不停的攻击。你们的意思是设计引诱他们暴露，从而甄别？没错，我们想了套方案。第一，小区多数人没接触雨水，感染率低。第二，伪装者会离室内猎杀，可以脱衣服检查，但他们也可能因害怕丧尸而留在室内，所以需要第3道防线，用老鼠测试。我们借送饭水的机会把老鼠放进去，事后进行追踪。可只剩2、3只正常鼠了，怎么追踪？是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老鼠，还要弄到荧光素钠，用显色剂追踪杀死过老鼠的人。这些在龙山医科大地下实验室都有。大学还有这么厉害的实验室啊？龙山医科大你不知道？你俩怎么怪怪的？没什么。话说那个肉球，你能用别人呢？它跟雨水里的灰色物质不同，我能用，你们应该也可以。怎么了？没什么，这是我们写的计划，你看看。计划很好，但这意味我们必须放弃城市，只能选官方基地。而且，你们就不担心伪装感染者也打上基地的主意？我认为他们更可能就近杀戮，但一切都是猜测。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你。这到龙山医科大来回有12公里，只有伏虎城都能陪你去。
这是生与死的距离呀！如果丧尸也进化出心智，甚至能操控尸群呢？所以没得选，这一线生机必须抓住。伪装者的事情，就我们3个知道。伏虎和成都那边，我去沟通。另外，这么远的距离必须开车，可咱们没车钥匙怎么办？放心，难不倒我们。还有个问题，我不会开车，得你们教我一下。小事说正题，去龙山医科大要走中线大道约8公里，经过龙山3中的时候要快。那天学校在办校庆，学生集中在操场，可能有大量丧尸。暴雨天校庆，校长在主席台又淋不着，记住那里丧尸可能极多就行了。老魏，你的药是不是这个龙兴大药房买的？不用管这个，没必要增加风险。药名药在2楼第1排柜子最下层，回头我把药盒给你，找不到就算了。进了学校要万分小心，实验室地图和实际位置我晚点给你。还需要什么？需要炸弹，万一引了丧尸，得用大动静引开。用生命终结器里的火药，加上家电零件，能做简易定时炸弹，杀伤力忽略不计，但引开丧尸够用。小李，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5天后吧。我先带队清理小区丧尸，要是找到肉球给伏虎城都用上，还能提升实力。拖太久了，气温回暖，丧尸活动力会大增。开车的话问题不大，室内战斗才是最大风险。我必须让核心队员先有自保能力，这一点不必再争。低温有低温的打法，回暖有回暖的好处。苏静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门里的丧尸，成都和刘大姐等人跟在后面，表情已经从最初的恐惧变得有些麻木。老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肉球？没错，就是他。太好了，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只要成都和老福也获得异能，我们去夺取物资的计划就多了几分胜算。行了，别看了，继续干活。老李，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种效果？成都，你先来。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有点烫。哼，你们干嘛？你感觉怎么样？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热流在乱窜。我去，我的天，这是魔法吗？好火球之术啊！你这是？白天在小区清理丧尸的时候，苏静他们终于又找到了第2颗肉球。行动细则和药，车弄好了，炸弹在4楼。你们后天出发？对，我跟他们说去附近找物资和药，风险不大。成都毛躁，你要压住他。等你们回来，就该告诉大家真相了。我明白，异能者越多，基本盘越稳。快试试能力。好家伙，铁臂硬化，力气也大了，但硬化覆盖面积有限，大概2条胳膊。哦，那太够用了。热水来了，大伙儿喝点热茶吧。大哥，我觉得我真不行了，我死了得了。真没出息！等天气再热点，跟我出去砍死那帮烂肉。烂人，小子，你刚才冲谁拽咧子呢？都是来这避难的，我还让你管着吗？怎么着？我打不了丧尸，我还打不了你吗？怎么着？别打了，你看看给那对母女吓的。那个老大娘晕过去了，人没事吧？谭主管，咱们这有降压药吗？饭店没有那种药啊。药必须用药啊！大哥，对面是药房，里面一定有药。你要是能帮我拿到药，我干什么都行。我去吧，你动作太慢。谢。药是必需品，这次出去我准备一次拿够量，你们谁愿意跟我去？我陪你去吧。好，只隔了1条街，拿武器速去速回。稍等我一下。我们要是回不来，就把丧尸全引过来，你们看着办。去3楼往后巷扔铁盆，制造声音引开丧尸，我们回来时同样接应。明白了。快关门！老李，你说要是伪装感染者从我们背后偷袭怎么办？多疑才是最大的威胁，但清代很特殊，它或许能识别伪装者。这龙林大厦挺结实，玻璃竟然一块都没碎。传说顶层是给显赫人物留的，老李，你知道吗？当然，那玻璃规格明显不一样。注意前面就到龙兴大药房了，我们先去拿药。没想到比我想象的简单。别太乐观，外面那些东西听力都非常敏锐，数量一多就完了。哎，你以前是干嘛的？身手这么利索？以前在部队练过，这屋子里可能不安全，你帮我用手电照一下。
确认安全后，谭辉掏出塑料袋，在货架上飞快地捡药。1楼搜完，二人又转身走向2楼。别动，我看见一道黑影闪过去了。没看见啊。撤退，立刻返回。是个孩子，只有他一个，去看看吧。小孩子。可。丁家看清为首那人的脸，心脏狂跳，回头大喊：“外星人来救我们了！外星物！”别瞎喊，你乱扔牌把丧尸全引过来了，每天都得疯几次是吧？就在外面，不信你看。哪有人？再敢乱喊，我真抽你！手电筒打开，直接上2楼拿药，拿完就走。常备药不拿点？小区里搜出一大堆，没必要浪费时间。我刮着了，没事，走吧。有孩子在哭，有幸存者。你急什么？我先看看再说。那可是孩子，能有什么问题？嘘，先排查风险。这孩子命真大啊！老李，那是个孩子，你杀他干嘛？那是丧尸，丧尸在进化，开始长脑子了。情况比预想中好，但是根据情报，室内的丧尸不会少。等会老福，你打头阵，注意防护。我跟成都掩护，从教学楼穿过去，不远就是地下楼梯，尽量用功。都明白了吗？有什么问题现在说。没有。好，那就再等等。等什么？等云来。我的能力在弱光下更强，乌云是天然的掩护。老李，这才过。嘘，动作越多，变故越多。苏静将身上可能发出声响的零碎物件一一取下，递给福。老李，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绕过去，咱们2头夹击。要是我一个人能解决最好。我的天，老李原来这么强吗？他比咱俩加起来都强，这还不是他最强的状态。2人说话间，苏静已将走廊内10来具丧尸全部解决。老李，牛啊！普通丧尸威胁不大，但数量一多就麻烦。前面我来摆平，你们经过窗口时弯下腰，别被发现。孙老说这里断电后会自动解锁，现在拉不开，难道里面有电，或者有人？怎么了，老李？门打不开。你们2个守住楼梯口。我是来救人的。你们是部队的人吗？外面怎么样了？先不急，你们有几个人？就我们3个。实验室里的老鼠还活着吗？荧光素钠和便携紫外光都在吗？在，老鼠还剩80多只，东西也都在。找出来，我们立刻出发。东西给我，我队友在外面，你们先出去。抱歉，我不能让任何风险危及营地。校门口涌出了一大群手持假花、头戴小礼帽的学生丧尸，他们是学校的迎宾队，此刻正漫无目的的游荡，但侧方有道空隙可以通车。情况还行，看来不用走小路了。老福，小心点。我知道。怎么回事？此时车辆已经透过管路小路的路口，前方就是尸群，刹车改道已经来不及。是那几个迎宾丧尸，他们在招魂。苏静脸色瞬变，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真是活见鬼了，撞过去。成功了，前面就。怎么了，老福？车坏了，好像有东西卡在轮子里了。再开下去，车可能会被卡死。减速，不能减，后面有跑得快的，万一追上来扒车。我让你减速，你就减速。成都，启动后面的炸弹，定时1分钟，丢下去。好嘞。苏静眯起双眼，死死注视着后视镜。伏虎和成都紧张的额头全是冷汗。就在此时，苏静瞳孔闪出一抹金光，狠狠一攥拳头，到。老李，你怎么做到的？难不成你还有其他能力？太强了，老李，有这有断，怎么不早用？不是能力，
是丧尸的裤子跑掉了。老李，现在车坏了怎么办？汽车不行，躲进建筑物穿行。漂亮，老李，有问题。失策了，爆炸声吸引了楼内的怪物，这样下去我们必死无疑。苏静目光快速搜寻，锁定一处商场。福国，去商场，你们拿东西下车，步行回小区，我来开车引开丧尸，进到室内我就安全了。伏虎咬牙，一口气将车飙到商场门口。三人无废话，成都伏虎冲进商场。苏静换到驾驶位，打方向盘重回主路，车喇叭长鸣不止。王八蛋，我看见外星人了！要不是你，我妈也不会死。我杀了你！快让他闭嘴！你已经害死2个人了，老子好心给你松绑，你还来劲了是吧？什么声音？看到来的是人不是丧尸，幸存者们顿时松了一口气，但诡异的感觉随之而来。这4个人穿着光鲜，气色红润，完全不像经历过末日的样子。外星人？哪里有外星人？小点声，问的什么话？你们几个从哪蹦出来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之前见过他，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早就知道末日要来，他们就是来救我们的，刚刚还开车从这里路过。啊？那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应该住人才小区，但现在还在不在呢？我不清楚。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是？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将全场震得呼吸一滞。谁在叫，我就先杀谁。全场瞬间死寂，幸存者们双腿一软，纷纷瘫倒在地，脸上写满了绝望。你说的那个小女孩，还有外星人到底怎么回事？仔仔细细说清楚。为什么？想夺命就快说。我说。丁家哆哆嗦嗦的将来龙去脉全部讲。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那2个人说不定很有营养。要不我们现在就去人才小区，我知道在哪，过去3-4公里左右。太远了，我想把这边清干净再过去。 4人完全无视在场的其他人，自顾自的讨论起来。问完了，你们不要了吧？楼下的车喇叭应该能吸引不少火力，先上楼顶休息一下，等到半夜应该就能回去了。昏暗的灯光下，苏静看到一个穿着背心运动裤的大号肌肉丧尸，正低头蓄力，准备再次冲撞过来。不对劲，他在主动锁敌。苏静早已松手，借着吊灯砸地的声音掩护，侧翻滚隐藏在沙发后。等他稳住身形，眼前的一幕惊得他头皮发麻。主动锁敌，使用工具，弱点防护，这是我见过进化程度最高的丧尸。第2、第3个药盒接连落下，丧尸左扑右扑，锤得房间颤动，他的裤子也在加速滑落。太难了，只是1击就把我打成重伤，这要怎么赢？公司啊，给我一点帮助吧，哪有实习期这么难的？不要问公司为你做了什么，而是问你为公司做了什么。你们一直都在，是不是？说话！眼前一片空荡，没有任何回应。不对，风格不对，难道是幻觉？2颗，难怪这么强。但是再用1颗，身体会产生什么变化？肉球爆碎，灼热的能量瞬间灌入体内。不行，我得出去找找老李。疯了！你出去是想给丧尸加餐吗？给我坐下，没了苏静，你们就不活了。你们说，老李他不会已经……屋内瞬间死寂，没人敢接这个话茬。他就是死了，路也得往下走。东西拿回来了，就别枉费他一片苦心。都早点休息，养精蓄锐比什么都重要。老孙说的对，你们先休息。小李不是一般人，肯定有保命的手段，不会轻易出事。说不定一睁眼他就回来了。哥，我回来了，让你们担心了。回来看见个蛋糕店，顺手给你们带了点甜品。臭小子，还有心情弄蛋糕，赶紧进来。老李，你还抽空换了身新衣服啊？纯白的，真精神。
哥，你怎么不吃啊？哥不爱吃。我也没吃饱。没吃饱，厨房有挂面，自己下去。都吃完了吧？收拾一下。我找到了新的肉球，这次给清代用。公司钦点的救世主吸收了第2颗肉球，他究竟会觉醒何等逆天的能力？我跟伏虎他们分开后有2个发现。第一，我在楼顶看见了4道黑影，下方就是尸潮，他们就那么站着，一眨眼就没了。幸存者？不，我认为是伪装感染者，甚至可能有异能，他们已经开始组队了。还有呢？我还遇到一只会主动保护心脏的丧尸，进化的太快了，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立刻收编幸存者，成立车队去官方基地。我的想法是，到了基地先尝试修复电台，联系其他部队。老孙，不现实，我们没专家，水下部队估计也全灭了。我完全支持小李的方案，先进化带动后进化，重启工业。哎，行吧，就这么干。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实验，把真相告诉他们几个女同志。醒了，清代醒了，闺女，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好像没什么感觉。爸，把弓拿来我试试。太好了，这力气大了不止1星半点啊！福清代嘴角刚要上扬，突然又垮了下来。那我以前吃的那些猪饲料算什么？清代除了力气就没别的了吗？没有别的感觉了。周围一圈人眼神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哥，我是不是很没用？胡说，力气大也是本事，你在这里就是最重要的。清代，你没事吧？你看我干嘛？刚刚我好像在成都身上感受到一闪而过的阴冷气息，但仔细一看又没有了。没事，我想自己待会儿。有件事要正式跟大家交代，主要是跟几位女同志说。苏静将伪装感染者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张婉、刘大姐、福清代的脸色从震惊到凝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秘密必须严格保密。你们3个听懂了吗？苏静，你放心，我管着他们，出了问题你找我。非常好，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行动。可以出去了吗？国家来人了吗？退后，退回厕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同志你好，官方救援队应上级要求，需要对你进行为期1天的封闭观察，测试你的服从性和心理承受能力。在此期间，你只能待在厕所，用塑料袋解决个人问题。下水道口不能打开，防止感染动物进入。门我们会贴上封条，切记，封条一旦破损，组织将默认你自动放弃救援资格。谢谢，我一定服从命令。看，没那么难吧？后面的就这么办，钥匙别弄乱了，剩下的让成都伏虎陪你们。我去外面猎杀丧尸，有没有信心？大嫂，放心吧，老李，错不了。来的正好，我今天外出找到点好东西。老李，你这弓从哪弄来的？去外面干了一票，1人1把防身，后面包里还有不少装备，火力短时间咱们不缺了，上去再说。按照今天的节奏，明天上午就能将所有住户安排完毕。但是小鼠数量有限，我们需要把没问题的小鼠取出来循环使用。厕所空间闭塞，伪装感染者嗜血，在这种私密空间不会忍耐1晚。也就是说，明天我们就能筛选出一部分人。孙老费心了，那我明天陪你们一同筛查。等这事结束，我再去端几个橘子，弄批装备，确认可靠的人再分发武器。怎么了，清代？哥，我干什么？我就在这干看着，陪你们到处走吗？哥，
给我找点事吧。清代，没有特殊能力而已，不要压力太大。后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你，而且只有你能办。什么事？以后你就是救世圣女，是所有人坚持的希望。那不还是傀儡吗？一点实事没有啊。错了，干什么都得有信仰，你就是人们的信仰，怎么能说是傀儡呢？反正我觉着自己跟个花瓶似的。那不成的吗？怎么了？哥，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你说我是不是有超能力，只是跟你们的不太一样？感觉什么超能力？成哥看我的时候，我总感觉凉飕飕的，好像哪不对劲。说实话，哥有时候也被他看得凉飕飕的。这小子高低沾点啥毛病？今天一大早还往我床头扔双袜子，跟你爸都觉得他有病。哦，原来不是超能力，只是成都不正常，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你们可算来了，这里闹耗子了，就在那角落里，我一宿没睡，生怕他给我碰上。手伸出来。行了，你合格了，去社区活动中心等待安排，这是你的手牌。检查顺利进行，一个又一个幸存者被确认安全，直到第25户。谢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男人嘴边的荧光明晃晃地昭示着他把耗子给吃了。老福，你带其他人继续筛查，如果有发现伪装感染者，直接就地击毙；如果屋子里有其他人，一律当场击毙。成都留下，你跟我一块保护孙老、魏老，我们亲自审问。好。我问你答，说错一句，杀了你。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我还没开始问，不许插嘴。成都和2个老头齐齐咽了口唾沫。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想杀人？我没有啊，也没想过杀人。男人身子忽然一定，目光凶厉看向苏静。你饿了想吃饭，还需要理由吗？你觉得自己还算是人吗？人？我会是那种低级生物吗？动手前先打个招呼，全崩我脸上了。不好意思。我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我先走了。小李，我知道你恨这些怪物，但你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苏静扭头给了孙牙一个放心的眼神。成都护送2老出去，我再研究研究。蠢狗，你以为咬蛇就能自尽？现在就剩咱们俩了，我亲自指导你怎么死。听着屋里骇人的嘶吼，3人遍体生寒。没想到小李这么狠，他不会杀的心气，哪天把我们也做了吧？不过你们别说，老李这样还真是安全感满满的。我呸！你精神也不正常，今儿大早上偷人小李袜子，你缺袜子穿啊？哎，你们看见了，我那是给他送袜子，可别误会啊。今天一共检测了176人，发现3例潜伏感染者，均已处理。之后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对人员进行编组，建立互相监督，还有清代。马上最重要的任务就要交给你了，你将负责动员、鼓舞所有人。动员？哥，我不会啊。那你会什么？我会收班费。成都，我闺女还是个孩子。清代，你听好，明天你只需要站在人群面前俯视所有人就行，不要怯场，不要有任何表情，其余的交给我。之后你还另有任务，都不难，我会亲自教你。诸位，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这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请严肃对待。我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发现问题立刻汇报。夫妇成都，你们去练习异能。大嫂，你带着清代跟刘大姐回去整理档案。2位，这次排查有没有疏漏之处？没有，但是我们做了一批可疑人员名单，后期会重点关注。另外，在一个居民家里发现了听诊器，后续我想单独找所有人谈话，用话去炸，配合听诊器听心跳，观察瞳孔反应，能得出更细的结论。小李，做到这步已属不易，我们会尽力提高检查精度，消除隐患。事已至此，不必过虑，大胆行事吧。我明白，辛苦2位了，早点休息。人员筛查完毕，未发现额外伪装感染者，235名居民被聚集于此，人头攒动，窃窃私语。喂，这是苏静第一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集会，他心里清楚，此事无需干货，只需调动情绪，欲扬先抑。大家好，我想在场的诸位8、9成已经都见过我了，但你们并不清楚我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豪成，特别风险干预部负责人，简称其为特干部。我知道你们不了解这个部门，特干部隶属高层，是秘密部门，从未公开亮相，处理的任务也从未公开，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孙老和魏老小区里不少人应该认识，2位专家曾经为特干部短暂效命，可以为大家证明。是。我们确实曾经在特干部短暂任职，就任技术顾问，这一点大家没什么好怀疑的。在我阐述部门具体工作前，有一件事必须坦白，你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国家救援，但之前都收到短信称国家已自认灭亡，这很矛盾。现在我明确告诉大家，国家确实灭亡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是就地等死，我们当下组织的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这是一场全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仍有很大机会赢。够了，骗子，全完了。没有国家，我们能干什么？全世界都是怪物，我们拿什么赢？听我说完。说什么？我不想听。去，给他2耳光。不想赢就滚！暴力一出，全场人噤若寒蝉。今天说的是关乎在场所有人，包括我，乃至全人类未来的命运。如果我们真没希望，我不会大费周章救你们出来。特干部成立30多年，一直在遍寻世界遗迹，破解神秘学。经多年积累，我们发掘出一处关键古文明——玛雅。古玛雅文明极其发达，数千年前的天文历法已与我们今天不相上下。最重要的是，玛雅文明的灭亡与我们遭遇了同样的过程。全场人瞪大眼睛，窒息感涌上心头。玛雅文明的遭遇，在末日背景下，让这荒诞说法变得真实可怖。你们一定会想，玛雅都已经灭亡了，和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关系？玛雅人虽然灭亡了，但世界并未沦落丧尸之手，这充分说明玛雅人打赢了那场战争。虽然事后玛雅文明失落，原因未明，但我们在遗迹中发掘出了玛雅人遗留的设备，并且读取破解了其中内容。这台设备虽小，但更接近一台超级计算机。据研究，其技术路线与我们完全不同。设备里遗留了玛雅人死前的一段重要录音，今日国家不存，我想也可以正式展示给大家，请静听。玛雅是他的国家还是星球的名字啊？我不知道啊，他哪句话是真的我都搞不清楚，但他肯定是外星人没跑了。请大家仔细听这段音频，这是玛雅人临死前留下的重要信息，语言不通，但感情是相通的。稍后我会为大家解读。老铁们，只有你们想不到的，没有我老八做不到的。虽然不是同一时间，但是同一个厕所，我再次挑战一把吃粑粑，奥利给干了！全场心有戚戚，集体抹泪。虽然完全听不懂，但众人通过声音中的情绪，完美还原了当时场景。这录音的主人必定是与丧尸拼死一搏前留下遗言，最终壮烈牺牲。录音已经听完，我想大家从情感上已经感同身受，但你们了解的还不够。这是玛雅战士为保护族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而牺牲。参考其他大量玛雅记载，我们10年前已确定，被保护之人就是玛雅族的预言之子救世主，终结整场灾难的核心人物。特干部早已基于此信息，提前10年做出末日预案。末日降临，而玛雅人口中的预言之子救世主也已出现在我们世界，甚至在座很多人应该见过，甚至认识他。我知道，是老福家的闺女。她之前天天说末日要来，还被送进精神病院了。对，我也听她说过。看着台下重新燃起希望的眼神，苏静心中稍定，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请大家安静，安静。请确认身份。9527李豪成。老李，指挥中心通知，末日预案曙光0号已启动，请于3日内整编部队，尽快赶赴北郊基地集结。分局部队已展开清剿，清剿结束后将前往会合。收到，请附送。完毕。请通知中心，我部人员已初步组织完毕，但条件艰难，民众身体条件不佳，缺乏装备，无法在3日内赶到。后续我会持续汇报。完毕。收到，完毕。电话竟然还有能用的电话，官方的清剿行动已经开始，这一切都证明苏静说的都是真的。我的电话为什么能用？原理很简单，这是玛雅科技，不依赖基站，点对点通讯。现在话归正题，救世主就在我们中间。我向大家介绍，他叫福清代，我们确认的救世主。在末日之前，他就已展露才能，我坚信他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而且他又一次预测到了未来。我已经看见了未来，这场灾难终将过去，但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知道大家很高兴，但预言还不够，围绕在他身边的神迹已经开始显现。成都，进化之路已经开启，在清代的引领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种力量，我们将不再是普通人。现在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有。你们能不能保护好清代？能。我们能不能赢下这场战争？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以部队标准要求自己，上报特长重新编组，违令者直接开除。我们的目标前往基地。哟，你这洁癖什么时候能改？你忙完了，找我干什么？找你商量点事。那天街上开车的那个外星人，还有那个会预言的女孩，我忘不了，咱们一块过去看看。我们可是团队，梁翠和高天芳呢？团队？哼，你提前去人才小区探路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团队？别装了，你瞒不过我。你跟踪我？我不跟踪你，好东西不都让你一个人吃了？你没下手是因为搞不定吧？加上我，不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有一个男人，你觉得我会空手而归？他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里面还有另外2个异能者。那太好了，他们现在可以有新的同类了。你一个人啃不下，不如合作。高天芳和梁翠都不在，就我们俩，怎么样？那个男人和会预言的女孩归我，其他的都归你。凭什么？就凭我是明星，我有身份混进去，你没有。
行，女明星了不起，但你要是没本事，可别怪我先下手。那就别废话，现在就出发。等等，你身上太干净了，伪装一下，别被人看出马脚连累我。2天过去，苏静的团队已初具规模，一切井井有条，搜集车辆、提取燃油、改造物资，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劲。报告，我们值守时发现了2名幸存者，一个成年女性，还有一个孩子，请指示。发现2个女人，我已经交代下去了。老李说了不让他们带外人进来，你们3个怎么回事？我不是交代过，如果有陌生人出现，一律撵走吗？是陈队长，但是来这2个人有点特殊啊。有什么特殊的？小女孩没什么特殊，但是那个大的她可是江宇啊。虽然看着跟电视上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问过了，绝对没有错。江宇？谁是江宇？老李，江宇您都不知道，那著名歌星啊，太有名了，多少男人梦中情人呢。不过我觉得嘛，唱歌也就那样，基本靠脸火的，没什么真本事，说不定是卖钩子卖上去的。过去看看。抬起头来，你就是江宇，唱歌的明星。大哥，我跟我妹妹意外逃难到这，能不能请您收留？我们可以干活，只要给碗饭吃就可以了。大哥，求您可怜可怜我们吃的不多，一定不会给您惹事的。老李，这太可怜了，咱们就收下吧，也不差这2口人。你们2个还想不想混了？滚回去值班！都给我记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行事，更不许干扰决策。再有下一次，直接开除出队。你叫什么名字？丁玲。她姓江，你姓丁，你们2个是姐妹？不是亲的。一股不妙的感觉在苏静胸中升起。那天在街上看见3大1小的黑影，那个小的感觉就像是小孩丧尸横行，2个女人意外跑到人才小区，会那么巧吗？不管是不是巧合，直接做了这2个女人是最好的选择，但直接又有点麻烦。这女人是个明星，下面有人看到消息传开，影响不好。现在一个外人也不能招收，谁知道他们身上会不会有传染病？军令如山，立刻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苏静意外地扫了眼成都，一时大为赞赏。成都这人多少给人感觉有点不靠谱，没想到这个关键时刻能这么谨慎。大哥，哪怕收留我妹妹也好。不急，先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过来的，仔仔细细地说，从哪条街道中间遇上过什么事，一五一十地说清楚。我们是从武山路附近的所有道路地图，苏静都背得极牢。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从刚才这江宇的描述来看，合情合理，还有家庭成员死亡出事，也都补充得很恰当。总体而言，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几天没吃饭了？5天没吃饭了，吃了一点，但是很少，水也不敢喝，都是在外面喝的瓶子里的水。大哥，能不能求您先给我们一点饭吃？老李，你还在考虑什么？这2个人我看不靠谱，脏得要死，留着也是拖累，干不了什么事儿直接轰出去。老李，这样的女人可千万碰不得。去，煮2碗烂肉面，带着娘俩去门外，让他们看着我吃。老李，面我煮的，加了牛肉罐头，尝尝咋样？您吃这么快呢？要么有本事呢？还真是姐妹情深呢。老李，我跟你说，这戏子最会演了。成都，我以前没发现，你心是真挺狠。老李，我不是心狠，我是为大局考量啊。成都，你带着这个小的去树林里捆死，牢牢看住，我要亲自审这个大的。啊，老李，没这个必要吧？要不让我来审，我对付女人那是一绝，绝不手软。住口！你审得明白吗？让你干什么就干，起来，跟我走。老李不会真是动心了吧？不对，老李不是那样的人。可如果是那种审问，大哥哥，没一个省心的，跟我过来。卧槽，情况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啊，怎么这么难对付？大哥，您到底想干嘛？大乱之事啊！你们这样柔弱的女人可怎么活好？女人总得找个男人依靠，你说对不对？大哥，您别这样。你也是混娱乐圈的，我什么意思你不懂？你想加入进来，总得付出点什么东西。再说你还带了个废物妹妹，那就更麻烦了。你总得让我看出你的诚意。能不能让我先洗洗？没有那么多水给你浪费，我也没时间等你，脱吧。这么久没出来，审啥用得着这么麻烦？不会真的那样了吧？你们几个看死这女孩，她很危险，要是敢离开半步，立刻开除出队。是。不行，我得瞅瞅去，为大局考虑，老李绝对不能有风险。怎么会？老李他不会的。
老李不是那种人，绝对不是，肯定有什么误会，我得亲眼看看。完了，居然真拿搓澡巾搓一下就开整牲口。他停在烈日下，只觉得浑身冰凉。没想到啊，老李，你真是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枉我对他一片真心，简直喂了狗。爸，还有5个人没有领饭。应该在外面巡逻，还没回来。走，咱们出去透透气，这屋里味儿太大了。爸，这里人太多了，天越来越热，会不会生病啊？肯定会，不过老李说了，就这1、2天，等车都找齐了，很快就能出发。你们在干什么呢？吃饭了吗？报告副队长，陈都队长让我们值守一个小孩，说他很危险。爸，我把饭给他们拿过去吧。去吧，拿完饭站我身后。这孩子情况不明，成都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这小孩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报告副队长，我们不了解，就是陈都队长交代的。不过看他快不行了，再晒下去要出事。叔，那也得捆着。成都的命令就是老李的命令，你们记住，任何一个外人都有可能携带病毒，都给我往心里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不行，再被捆下去，我真要忍不了了。丁玲正想着，一阵幽香飘来，她抬起头，看向伏虎身后的福清代，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这女孩气味好特殊，似乎很好吃。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福清代猛地一愣，全身汗毛倒竖。这不是错觉，我真的有能力，是感知能力。这个女孩想杀了我，她是伪装感染者。小姐姐，我饿。清代，这事等老李处理，我们走吧。不行，这个伪装感染者太危险了，必须立刻处理。哥说过，如果有人让我不舒服，就杀了他。小姐姐，救救我，我想喝水。他还在装。把这个巧克力给他吃一块，你们手不干净，隔着手绢拿。谢谢姐姐。巧克力刚滑进喉咙，丁玲双眼暴突，仿佛吞下了一块火炭。你怎么了？他被感染了。这都不死。你，他是被感染者，潜伏期很隐秘，但瞒不过我的眼睛。以后再有陌生人，直接捆起来送到我面前检查。是。爸，我杀人了。清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能看见。爸，这是我的能力，我能感知到他们的恶意。我们团队是干净的，我有能力了。我的天，你竟然有这样的天赋！得把这个消息立刻告诉哥，他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找找吧。爸，我们走吧。快走！刚刚那么大动静，肯定是中心出问题了。成都出什么事了？怎么哭上了？出轨了！出轨了！说什么呢？谁出轨了？是老李呢。外面来了个女人，把他混狗走了。闭嘴！刚才的动静是怎么回事？什么动静我不知道啊，简直一事无成。小李人呢？不说了吗？跟那女人进屋了。真的假的？我亲眼所见，看得清清楚楚，我也不敢相信他这么没底线。他在哪儿？赶紧带我们过去！你慢点，跑那么快，赶着投胎啊！孙老，老李在哪？我们有大事要报告。什么大事？是刚才的动静吗？没错，我们发现了伪装感染者已经被击毙了。清代的能力觉醒了，他能发现伪装者的恶意。什么？孙牙和魏德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完了，小的有问题，大的肯定也有。老李跟丧尸搞到一块了，这回真是……你胡说什么呢？坏了，大事不妙！就在卧室，我去宰了那个女人。你疯了！万一真是伪装感染者，老李没防备，你这么一冲，老李当场就得死。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清楚！小区来了俩女的，一大一小，老李看上大的了，给她带屋里。你放屁！老李是那种人吗？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俩人都脱光了。你们俩干嘛呢？小李在哪？老李在屋里，可能跟伪装感染者在一块儿。孙老，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把公路掏出来，瞄准了直接发射。哦，这就是你说的？我不知道，我看的时候确实是，怎么变成这样了？谁？你们几个来干什么？你先收拾收拾，出去说。成都那个小女孩呢？她是伪装感染者。老李，你放心，已经击毙了。我们在外面等你，你先穿上点吧。小
老李，太可怕了！再这么下去，我怕他要变丧尸了。他现在比丧尸还吓人。老福，让你家清代离他远点吧，我怕出事。老李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吧？等他解释解释。清代，你先回中心等我们。爸，到底怎么了？哥他是不是？没有，你哥早把感染者杀了。听话，你先回去。这样，那我不能回去，我得给哥报喜呢。用得着你报喜吗？赶紧给我回去。那个小女孩确实死了是吧？确实死了，我亲眼看见的，挨了7剑。我有重大发现，孙老，我之前说在楼顶看到4个可疑的人，还记得吧？这个女的就是其中之一，那个小的也是，我们早被盯上了，还有2个没露面。你怎么审出来的？我折磨了她一番，她受不了就招了，她的手指也发生了变异，管状结构，我猜能发射气流或体液，而且我发现她心脏上有个干瘪的肉球，可能是异能的来源。另外2个人什么能力？他刚招供就死了，没撑到下一个问题。老李，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他是伪装者了？没错，吃面的时候就确定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咱们中心的女人因为饥饿，胸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垂，他没有。万一是假的呢？用的那种什么硅胶？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以身犯险，亲自检测了一下，绝对不是。我明白了，那你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还干那事呢？我干什么事了？就男女之事呗。二位，这是另一个重大发现。我发现伪装者有欲求，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具备繁衍能力，这是我搜集的样本。孙老，您拿去研究。小李，你的发现很重要，但我更关心你，你是不是有进化后遗症，什么都敢碰？你不怕染上脏病吗？你们放心，为了人类的命运，我甘愿牺牲。太伟大了，老李。不对，那你脱光了又怎么解释？很简单，提前脱了衣服，免得解剖弄脏了。另外，我也挺长时间没洗澡了，正好洗个澡。对了，你们那边怎么回事？那个小孩怎么暴露的？老李，清代能力觉醒了，他能直接感知到别人的恶意。真的假的？清代他真的有能力了？真的，千真万确。他当场就揪出了一个伪装感染者，还说咱们团队现在很干净，可以放心武装了。太好了，太好了，不能再等了。剩下的伪装感染者随时可能出现，清代的安全最重要。今晚装车，明天天一亮，我们立刻出发去基地。清代，你真的能感知到恶意了？我能感觉到，看见他的时候，连他的脸都变了。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成都……哎，别看我啊，清代肯定是刚掌握能力，有误判清代。你再看看，我真没问题。现在感觉不到恶意了，可能真是失误吧。你小子以后离清代远点，再让我感觉不对劲，别怪我不客气。老李，你太伤我心了，我真没问题。我也觉得你没问题，不然早崩了你。我切开他的肌肉看看强度，他头骨能卡住箭头，身体强度非同寻常，必须搞清楚。小心他！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刚才你用刀扎他，那股感觉又冒出来了。他没死，只是晕过去了。以后记住，对付这些东西必须补刀，心脏一刀，再把头砍下来才算完事。写进手册里。还没结束，小李，他的手臂。孙老魏老带清代回中心，堵死门窗。老福，成都，跟我追！这鬼东西还能分体存活，要是还有原主的意识，麻烦就大了。跟丢了，还有拟态能力。老李，怎么办？你立刻回去，让他们别接触墙壁，地上撒满面粉。成都，你跟我。又来一个，找死！你身上血腥味很重，那2个废物被你杀了。你们都在楼顶刷新是吧？就在此刻，一股异香飘来，苏静神情恍惚了一瞬，握着脚腕的手竟不自觉松开。耳朵，我的耳朵！苏静再度杀来，可没走2步，又是一阵香风。预判失误，他的能力是影响精神，一旦再出现差错，我可能会死。好，你够狠！本来我想逃，现在没必要了。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梁翠，以后你就是我的狗。被打成这样还敢放狠话，看来他的依仗非同寻常。你一定在猜我的能力，不妨告诉你，任何男人都会拜倒在我身下，尤其是你这样的男人。空气中香风浮动，原来是通过气味。你变态，天真！苏静懒得再听，正欲上前，脚步却又一次顿住。眼前的梁翠面容竟逐渐变幻，一股怦然心动之感油然而生，心中杀机缓缓消散。坏了，本该松弛的地方突然不松弛了。老李，你们不要掺和，这里很危险。
回下面守着去。老李，你不是吧？这种货色你也看得上？这袜子又是怎么回事？别废话，别乱动，小心那个女人。老李，你到底怎么了？中招了，不要跟他对视。他的能力是勾引男人，我不行了，我对他下不了手。精神控制不知道什么原理，气味、视觉可能都会中招。哪有什么香味儿，还勾引男人？不过这女人我是越看越恶心。我知道了，老李，你还好吗？成都为什么没事？带武器了吗？杀了他！你们别管我了。完了，看来老李问题很大，我们两个实力不如他，一定要小心。那女人还没上前，肯定憋着坏，我剑用光了。你的呢？来得及，我也没有。不过老李已经把他打成重伤了，身上还流血呢。我们总不至于连个独眼半残废都打不过。新来的这两人为何不受影响？那个叫老李的已经废了，现在走太亏，我被整得这么惨，必须报仇。上！两个废物，独孤两击不中，见自己速度跟不上，立刻改变策略。与其无效攻击，不如全力封锁，让成都主攻。该死，这两个人配合默契，更棘手了。哼，我就知道你们俩也就这点料了。眼看追不上，成都突然大吼一声：“什么？哪里走？”老李，你好了没有？你在哪？该死，要撑不住了！把那女人给我引走，滚啊！再看一眼，我就彻底废了。你们两个废物，滚开！不行，如果真让他释放出来，我的能力就失效了，到时候必死无疑。我听见动静变大了，哥好像就在门口，快拿武器！哥，我给你来送武器了。什么？清代，别进来，这正打仗呢。门内众人没听清，老们嗅住了，一起转开。你们都想干嘛？是不是想整死我？谁让你们进来的？哥，给你武器。巨大的羞愤瞬间压倒了所有情面，苏静突然清醒多了，必须速战速决。你们两个快让开！动手啊！我看看你能不能打得准，死我也得带走一个。老李，不用管我，动手，我跟他赌命。你就是个太监，难怪不被我影响。还有那个是暗恋你的吧？老李，我真没有。动手吧，再晚点那个蠢货就会帮我杀你了，哈哈哈！苏静额头冒汗，犹豫不决。就在这时，成都忽然神色迷离。老李，我闻到一股香味儿。成都，不要被他迷惑了，我也可以。我还以为你能力有多强，就这，放弃吧。论美貌，你是赢不了我的。生命终结器的杀伤范围太大了，贸然动手，成都和伏虎都会被波及。有了，一击落空，成都也回过神，再次冲向梁翠，战况重新陷入焦灼。该死，这女人的能力太克我了，视线都开始模糊了。清代，你疯了，不要去添乱。清代，你来干什么？快回去！爸，成哥，快让开！这是队员们装屎用的塑料袋，这丫头真是个天才，干得漂亮。梁翠面部扭曲，刚张开嘴，又猛然闭紧，硬生生咽了回去。生理上的恶心和死亡威胁让她警觉性爆表。昏黄的视线中，她一眼锁定了冲来的苏静。一息之间，梁翠竟扭转劣势，逼退三人，闯出一条生路。兔崽子，你瞎掺和什么？看给你爸他们整成什么样了！你哥都气疯了。妈，我错了，我没想到会这样。没事没事，孩子本意是好的，洗洗就好了，赶紧打水去吧。让他跑了，没办法，对手太歹毒了。刘大姐去打水了，赶紧清理下吧，水不多，擦擦应该够。那个老李，刘姐有话直说。老李，你就穿条裤衩儿，我看都你得好好搓搓。刘姐，你少说两句，给我们拿套衣服行吗？我谢谢你了。啊，好。还好，公文包里的衣服没事儿，水不够还能用可乐洗，可乐洗马桶一绝，洗人肯定也干净。成都就一盆水，你怎么没味儿了？我用火烤过，杀菌了。那老李你呢？为啥还带点香？我洗的细，怎么就我一身味儿？老李，你之前说的……滚，毁灭吧，都别活了。成都，你什么时候染上这病的？那是病吗？真没文化。行了，说正事，城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这种伪装者，通知下去，所有物资立刻装车，我们明天天亮就走。老李，那个大肉虫子还没找到，外面有风险，让张婉名册里那些没特殊技能的人去干活，有用的人守着。我知道这很残酷，但我们必须有取舍。行动吧，我去下面指挥。搬运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太阳落山前，工作基本完成。老李，
下面的人都分配好了，还有刚才那女人能力能穿墙，楼下男人都中招了，不严重。魏老建议带铁盆防御。知道了，按他说的办。怎么了？把他带到独立房间再说。到底怎么回事？虫子，那只虫子从屋顶掉下来，钻进老魏身体里了。怎么可能？面粉没用吗？虫子被打到他身上，我眼睁睁看着他从胸口钻了进去。青黛，你没感知到？感知到了，但太快了，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魏老，你感觉怎么样？疼，啊！我明白，老魏怕出意外，写下了武器操作方法，笔记都在他家里。不能就这么放弃。魏老是团队的功臣，都这样了，还在想着解决问题，我还是太弱了。你干什么？这时候给他用这种东西能有效果吗？那怪虫还在他体内，万一出现其他意外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了。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把这种资源浪费在他身上。我们两个本来也没多久好活了。魏老留下了笔记，但谁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明白？他必须手把手教，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死。你也一样。现在不需要防备虫子了，你们先出去吧，下面还需要人手。再去个人，把老魏的笔记拿来，等他醒了或是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叫你们。你不跟你父母在一块儿，怎么到我这儿来了？魏爷爷会好吗？会，他会好的。就算出现麻烦，我们也可以替他解决。哥，今天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今天你实实在在救了我一命，其他的都是小问题。你没有任何错，做得非常好。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今天我杀人了，我知道他被感染，可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你必须这么做，对敌人要舍弃仁慈。青黛，你的身份非同一般，不能遇到点事就这么哭了，总是哭怎么扛起大旗？如果你不在，我就不会哭。那如果有一天我以后都不在了呢？你能去哪？你说过飞船坠毁了，或许会有人来接我，或许我会死，到时候你怎么办？哥不是不心疼你，但你必须能抗住。对付聪明人用利益勾结，对付蠢人绝不能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催眠他们。还有最关键的是，你不能对哥有非分之想。哥是外星人，这是畸形的爱。我没有。哥是有经验的，像哥这样的职场精英最是吸引年轻女孩。但说实话，哥有很多女朋友。我不信。我们那美克星一夫多妻，我有一整栋楼的女人。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忘了我们那美克星人从不撒谎。你先睡吧，我去看看魏老那边情况怎么样。骗我！那美克星人嘴里就没一句真话。孙老，情况怎么样了？有什么变化吗？按照之前的变异时间推算，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肉球万一也强化了那条怪虫，老魏可能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了。那就再等等吧。孙老，把饭吃了吧，再倒一个我可真扛不住了。小李，有些话我还是直接问你吧。什么事？你是不是外星人？苏静表情凝固，他从未想过自己最大的秘密竟会被一个武器专家的敏锐观察力轻易戳破。公司的万能翻译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你说话的习惯很独特，跟谁说话就带谁的口音，而且你那台通讯设备，这个世界根本做不出来。苏静沉默了许久，直到手心微微沁汗。你猜测的不错，我确实是外星人。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并不清楚。我被困在这只想活下去，再帮你们活下去，仅此而已。那你为什么会接触到福清带呢？算是感应吧。我能看见辉宇的本质，他能预见未来，或许是更高维度的文明，希望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把我弄到这。那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呢？谁知道呢？我就是个销售，日子过得还行，挺有奔头的。哎，不提了。那你给我讲讲你们那边什么样吧，行吗？好，远的我就不讲了，都是原始人打架。那我就说点近的。孙牙静静听着，表情时而呆滞，时而赞叹。听起来未来发展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也没多幸福。哈哈，小李，你果然是外星人。魏老，喂，别说那些没用的，你情况怎么样了？身体不疼了，但那条虫子肯定没死，还在我身体里。我现在一动不能动，身体好像在恢复力气，但是又感觉被吸走了。那你的能力呢？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没有你们说的气感。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我的笔记没有写完，我口述，你找个人记录。孙老，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体内进了寄生虫，没有无菌环境，就算动刀检测，万一把它惊醒了，那就真没救了。生死有命，不用为我强求。有一个办法能救它，可行性很高，核磁共振。那虫子体型不小，用核磁共振一定能检测出来，找准它的位置，一击毙命。孙老，上哪弄核磁共振去？没有电，机器也早废了。别傻了，老孙，别浪费时间，笔记重要。难道你想让我白死？医院不行，但是有一个地方肯定行，龙林大厦，全市最高的那栋楼。
一个疯狂到近乎不可能的计划，在此刻却成了唯一的希望，点燃了孙雅眼中的火焰。98层是医疗层，有全国最顶尖的医疗环境，里面的核磁共振设备是特制的，我亲自调试过，配了双氦罐结构和离网热稳定系统，加上韩琼发射后外界气温骤降，机器极大概率还维持在超导状态，只要3个小时就能重启使用。我以前卖医疗器械的，有点了解。到底谁在那儿住？多大的资本家？资本？那算个什么东西？贵人用的。好，还等什么？那就干吧！我先开车出去探路，把街上的丧尸引走，然后立刻返回接你们。你们2个疯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老李，怎么了？魏老醒了，要去龙林大厦治疗，我要出去引开路上丧尸。你给我准备几个能用的喇叭，再拿几桶汽油。这大晚上的，车灯一开，丧尸不都吸引过来了？我现在能夜视，用不着开灯。等我回来，让成都准备好，我需要他帮忙。这里的防卫全交给你，就几个小时，千万别出问题。好，我马上去给你取喇叭。对了，要汽油做什么？别管了，快去！老孙，你真是疯了！这跟赌博有什么区别？不值啊！还能发光发热就得活着。你留下的笔记连武器操作都没写完，将来还要重启工厂，少了你不行。人家小李一个外星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咱们的命当成他自己的命，人家拼死救你，你还不想活？你对得起他吗？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学会闭嘴。外星人，他还真是外星人，我们真的被外星人给救了。那是，可能他就是咱们的救世主。老孙，他们那边什么样？你再给我讲讲。我正想跟你说呢，他们那边把核弹给做出来了，很多国家都有。厉害啊！前面我都打通了，赶紧把二老弄车上来，再拿2把生命终结器备用。老李，我真的太感动，没想到你还敢单独跟我。少废话，快去！路上没什么问题吧？一切顺利。龙林大厦我去探过了，里面只有10几只普通丧尸，全被我解决。应急电源的位置你知道在哪吗？我知道，那里的主人为了炫耀专门带我参观过，那地方真是让人印象深刻。魏老，你这姿势舒服吗？我帮你调调。别碰我，变态！我说你这谁有病了？我又没看上你。有病不当病，那能对吗？大男人喜欢男人，你不笑啊？行了，什么落后社会观念？等会儿上楼，我俩还得背你们呢。还是老李贴心开明。你闭嘴，别跟我说话。怎么回事？远处那栋楼失火了，好大的火！别喊了，火是我放的。话音刚落，备用电源启动，整个楼层灯火通明。丧尸对光源也有反应，让他们聚在楼下就麻烦了。你跟我去，把其他灯都关了。老李，你看我在楼下发现什么了？超级大冰箱，全是水果，还跟新鲜的一样。甜，真甜。哎，不对，冰箱早就没电了，怎么还这么新鲜？这里的设备全是私人定制，冰箱有液氮封闭，循环断电1个月都能维持零下10度，市面上根本没卖的。要不说有钱人好呢，咱也算体验一把。有钱，有些东西有钱你也玩不转，别人用了你就不能用，这与钱无关。要是能让我回到从前，当条流浪狗也行。呵，我能死在昨天就没死了。好了。苏静忽然感觉身侧有一股强烈的牵拉感，快速伸手一把拦住了正要上前的程度。别过去。说得对，你们别靠近机器，万一身上有金属物品被吸住，那我半天就白折腾了。行了，你们俩准备一下，把老魏推进去。这怪物的爪子已经缠住了他的内脏，老魏能活着还没痛觉，身体确实变异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杀掉他？能分析出他的致命点吗？只能赌了。按理说头部是弱点，但这种生物不好说。我建议你一次性刺穿他躯干上3个点，从头到尾，这是最保险的。面对未知的生物，再精密的科学也变成了豪赌。赌赢了是一条人命，赌输了也是一条人命。别废话了，把我拉出去，就这么干。赌一把，就按你说的，你找工具，告诉我怎么刺。把他带到手术室。虫子的头部在右侧第8和第10肋骨之间靠近肝脏，会很疼。老魏，你忍着。没麻醉剂吗？用了麻醉，你就没法及时反馈情况了。忍着吧。盘子里有3根17厘米的穿刺针，虫皮有多硬我们不知道，你下针必须快、准、狠。一击没刺穿，老魏就危险了。明白，把灯全关了，我在黑暗里动作更准。不用再练练吗？别练了，影响手感。放心，我解剖经验丰富，医学生都没我剖得好。你那哪是解剖，那是虐尸啊！闭嘴，我关灯了。17厘米，刚刚好。老魏，怎么样了？说话，快！重新去做扫描，虫子消失了。消失了，刚才喷出来的液体是虫子，化成水了。
不对，难道是老魏有了超能力把他排斥出去了？先把他拉出来检查伤口。是我眼花了，他身上针刺的位置怎么没有伤口？他的能力不会是自愈吧？那简单，给他一刀试试不就行了？苏静和孙牙同时向成都投去鄙视的目光。7，还真是自愈，他醒了岂不是不死了？先别乐观，等他醒了再说。万一不醒，那不就成植物人了？让他醒还不好办。看看我说啥来着？那虫子还在我体内吗？消失了，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好的不得了，像年轻了20岁，浑身都是劲。你知道你能快速治愈吗？小李，你疯了！看，快看你的伤口，太神奇了！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能力？难道和人的想法有关？我当时就想着快点把他弄出去。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成都想做个男人，所以属火。五位，你这科学家当的，说这话不亏心吗？那我的能力怎么解释？总不能说我想当阴阳人吧？哎，我明白了，老李，这说明你可以找女朋友，也可以找男朋友啊。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把你从这楼上撇下去。行了，既然魏老醒了，咱们先回去，别白来一趟，把有用的东西带上。你们别动，我跟成都出去看看。来者不善，他不是人。高天方，你认识？什么来路？万氏分队兵王就是个超人，负重25公斤，山地奔袭50公里，静态闭气7分钟。他要是感染变异了，那实力不敢想怎么办？老李，成都，听我安排，你立刻带二老从另一边走，我对付他。夜里我的速度比他快。老李，快走！我以为这没活人了，我的女人是你杀了她。你的女人，我杀的畜生多了。你说的是哪个？是江宇，那个被我掏空内脏的感染者。你果然杀了他。哦，还有个被我掰断脊骨的小孩，是你女儿喽？你来的正好，我今天一并处理了你，让你们一家3口在地下团聚。快走，快走！魏老，您快点！我身体是好，但是跟你这小年轻比不了啊！上面的人什么情况？他太强了，老李绝对打不过他。我得先把你们送过去，再回去帮他。那你还管我们干什么？放我下来，楼我们自己能下。不行，我必须亲自把你们送上车。楼下可能还有丧尸，你们俩要出事，老李得恨我一辈子。这时候你想干嘛？可不行啊！少废话。咦，你们干什么？帮你把着点，我们怕你喷歪了。天就快亮了，只要哥回来，我们就能去基地了。到了那里，有充足的食物、水和武器，大家就都安全了。可就在双手指过头顶的瞬间，一股电流般的寒意传遍全身。这股恶意是昨天那个女人杨翠，她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回来了？她明明受了重伤。福清代咽了口唾沫，冷汗瞬间冒了出来。她还没出现，是怕下面的人有武器吗？不对，她的能力是控制男人，武器已经发下去了。如果这些人被控制……他刚走到一层，猛然抬头，楼顶那股杀机正随着自己移动。他立刻调转方向，杀机也随之移动。他果然是冲我来的。不能再拖了，他的能力已经开始发动，必须想办法。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把他引走。不要跟我说话，把你的武器给我，我命令你把复合弓给我检查一下。福清代不必回头，那如影随形的恶意感知就是最好的追踪器。刚跑出几十米，一个怨毒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小丫头，本来收拾你还要费点时间，没想到你倒是懂事，自己跑出来了。巧了，我也正找你呢。”什么？有趣，真是有趣。我猎杀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能让我提起兴趣。希望你这次能让我尽兴，在我杀你之前报上你的名字。这或许是你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个名字，你记好了，我叫……打不动他。小聪明在我这可没有作用。眼睛是他的弱点，普通弓弩威力不够，公司发的或许可以。
你以为眼睛是我的弱点？我只是不想受伤罢了。把你的能力用出来吧。看来是跟我同类型的能力，但你的能力太不稳定了。你的能力最没用了。想靠环境跟我对抗，太天真了。你最好还有点别的本事，免得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强，太强了！如果不是公文包挡着，这一拳我就挂了。他还没杀我，是想研究我的能力。好好好，不用急，我能陪你玩上一整天。你那是什么武器？杀你的东西，滚出来！老李，你把他杀了。你回来干什么？快跑！谁让你回来的？二老呢？我送他们上车就回来了。你一个人肯定对付不了他，我不帮你，你就死定了。不行，不能在楼道里，这是瓮中捉鳖。那家伙全身骨甲，普通武器没用，咱们跑不过，只能杀了他。怎么杀？粉尘爆炸，你进去，把面粉撒到空气里，越多越好。我在对门守着，等他过来，我第一时间把他逼进去。他敢出来，我就射死他；不出来，你就点火炸死他。快，他估计去开总控了，我们时间不多。好。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苏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是现在！火！必须补刀，他肯定没死。你们两个废物，真该早点杀了你！动作还是这么快，他根本没受重伤。快跑！他没死，回楼上。不往下跑吗？跑不掉，楼上有化学试剂，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最后一剑了，9发，你的弩没剑了。9发，我这弩用的可不是普通的剑，你还没感觉到吗？确实，身上没有箭头残留。不对，他在炸我，那就尽管射吧。他受了内伤，跟他拼了。好。哈哈，废物，果然没剑了，连1/1000的胜算都没有，还敢跟我动手？看招！小丫头，我知道你就在这儿，别急，咱们慢慢玩，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哦，楼下的人在找你啊，我明白了，你能感应到我的位置，所以才敢一个人跑出来引我。好，我偏不如你的愿，你就在这躲着吧，我先把其他人杀光，再来料理你。找到你啊！死！你给我死啊！剧痛让福清代眼前一黑，但他还是第一时间握住了腰间的弓弩。我非生撕了你不可！可恶，他能感知到我的位置，这点太吃亏了。你躲吧，我先去把楼下那群废物解决了，再来收拾你。我以为勾引男人靠脸就够了，没想到你还得靠超能力。你这个丑八怪，你这能力是上辈子找不到男人憋出来的吧？福清代的嘴炮攻击力瞬间爆表，每一句都精准地戳在梁翠的心窝子上。我宰了你！一股带着浓香的黏腻，直接糊了梁翠满脸。这是什么？我的眼睛！巧克力酱同样灼烧着福清代的皮肤，疼得他直掉眼泪。让你勾引我们家哥哥啊！不行，被他缠住我死定了。他瞎了，唯一的办法把他引到楼顶摔死。你们除了拖延时间还能做什么？再拖一拖，天马上就亮了，我们还能赢。老李，我们赢不了的，你快跑吧！不要放弃。听我说，老李，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没希望了，只有你，从来没放弃过。老李，我敬佩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更重要，包括我自己。你这个时候说这个干嘛？老李，剩下的交给我，你快走。成都，不要啊！成都，快停下！成都！老李，他挂在电梯井里，还没死，快走！你闭嘴！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看着手中形似不雅物品的急救栓剂，苏静表情难言。公司给的这玩意儿也太扯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老李，你要干什么？没时间了，你别说话。老李，我知道你重情重义，可现在不是时候啊！高天放要来了，管不了他了，先保你的命。胖死我了，这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两个变态，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干这个？热！那是什么东西？成都，你怎么样了？我感觉好的不得了，有用不完的力气。老李，你刚才给我用了什么？你别管了，先干他！
有点意思，我倒想看看你现在有多强。给我死！爽！卧槽，这就是公司道具的威力，说明书也太保守了吧？早知道这么好用，我自己怎么不用啊？白挨了一宿的打。但高天芳身为兵王的战斗经验还在，不断适应着全新的战斗节奏，是有灵气。只是成都身上的高温火焰对他杀伤性压很严重。真牛啊！给我省点用啊！这已经不是我能参与的战斗了。废物！高天芳，你就这点本事？刚才那牛劲儿呢？虽然高天芳能躲过物理攻击，但大量的火焰伤害无法抵消。此刻他的面部已被烧得扭曲变形，双眼完全失明。出拳啊！你就会挡吗？不好！啊，哥！老李，他把我的接口拔走，换成了自己的，击他弱点。苏静看得清清楚楚，高天芳全身的骨甲正在重新生长，药效在他体内生长。成都，快走，不要管他。哪里走？老李，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弄死他？现在往哪儿逃？你打不死他，按我说的做。我快出手时，你立刻攻击他下盘。好。高天芳面目恢复正常，全身骨甲仍在进化。本来以为你们只会逃跑，没想到还能带给我一点惊喜。告诉我那东西是什么？从哪得到的？我给你们个痛快！不要脸，别人的东西捡起来就用。还在拖延时间，太阳出来了，你觉得你们还有机会吗？苏静背部的肌肉如同狰狞兽影般隆起，极致的力量在血管中暴走，身影膨大了一圈，如钢似铁。那到底是什么？快说！去地下问你妈吧。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错了，死的不会是我。接下来，干掉你连1秒钟都不需要。成都出绝招。这样的力量也敢跟？万倍磁场加持下，高天芳体内的栓剂瞬间被强力牵引，顺势击穿敌骨。我这招电磁炮，你挡得住吗？兵王。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也以为我瞎了就想把我从楼上弄下去摔死，天真！等会我先打断你的四肢，再扒了你的皮。这么近的距离，一箭我就足以杀死你。呵呵呵，你可以试试我接不接得住，一箭射不死我，死的就是你了。射啊！怎么不敢了？你已经死了，蠢货！什么？射击！这还是咱们女儿吗？天亮了，准备出发。老李，老李，你怎么样了？老李，坚持住，还有阳光，只要照在阳光下，老李一定能恢复过来。成都俯身去听，苏静的心脏已经停跳，死亡的寂静笼罩着他。老李，你不能死啊！一大家子人都靠你，你不能这么自私。老李，你不能香消玉殒啊！老李，老李，走开！你挡着光了。你现在怎么样？肋骨断了，死不了。等我缓一缓，车队该等急了。你刚才心跳都停了，吓死我了！我这辈子没想到香消玉殒这个词能用到我身上。你再敢说这种恶心话，别怪我不客气。人家第一次都给你了吗？住口！把我的包和银色弓弩找回来。漂亮，剩下的事咱们就顺了。好事多磨啊！看看他们都在等我们。今儿这云彩都特别漂亮，金灿灿的。哪儿啊？哪儿金灿灿了？就前面那么大一朵。这云怎么跟别的不一样？天空金云顿开，一道金线从天际射下，仿佛连接在远处的福清带头里。任务完成，请到指定地点撤离。老李，你怎么开车的？疼死我了！你们不能这样，我帮你们做事，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求你们了，起码让我跟他们说句话。谢谢。老李，你是不是撞到头了？没事吧？他们来了，咱们下车后检查一下。好，我们下车。哥，你受伤了？小伤，没事。哥，那个女人被我杀了。厉害，干得漂亮。哥身上最贵的就这个了。哥，好端端的给我干什么？回来了就好，有什么话回车上说。接下来的路，我不能再陪你们走了。哥，你开玩笑的吧？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叫苏静。小李，
你的事我跟他们说。我不要，东西还给你。怎么又哭？你之前说过，我不在你就不哭。我不想当救世主，哥，没有你我坚持不住，你能不能不走？对不起，我也有家人。这句话像一把锁，锁住了福清代所有的话语，只剩下无声的眼泪。哥，你喜欢我吗？哥是鸦片，你要早点戒掉。那以后还能见面吗？我不知道，清代，我时间不多了，我跟他们说完话，你不能再哭，命令车队立刻出发，能做到吗？老李，以后还能见面吗？不知道，或许吧。照顾好清代。谢谢你救了我们。你真是外星人。是。你能回家，我替你高兴，保重。你们现在就走吧。苏静的目光扫过众人，最终定格在福清代脸上。出发。日夜期盼的归家时刻终于到来，苏静心中却只有锥心刺骨的痛。他们怎么办？明天会好吗？一阵清风从中吹拂而过，苏静不禁闭上双眼，一股电波般的酥麻感流遍全身。再睁眼，全身伤势已经消失无踪，精力状态全满。有人吗？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还用这么紧张吗？谁在说话？出来！你是人是鬼？经历了一个世界，见到这种情况还要大呼小叫。坐吧，你有很多疑惑，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了。我既非人也非鬼，而是被人创造出来，专门服务这栋建筑的主人。简单点说，你可以叫我管家。我现在只想知道公司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情况？还有你们为何偏偏选中了我？不急，公司是万界之中各大顶尖强者联合组成的组织。万界强者，这些词汇像重锤一样砸在苏静的脑子里，让他一时难以消化。至于这个世界的灾难，也跟公司脱不开关系，这是他们对抗一场席卷万界的天灾时带来的余波。你的同事都在正面战场。等会儿，让我捋捋，我有点听不明白。你想分析强者是什么，灾难是什么，没有意义。你只需要知道，你被选中，并非因为你有多强，而是你的命格与众不同。这是1个月后会发生的情况，公司推演出来的。这个世界本已注定灭亡，但你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你为客户积攒势力，增强了他的命格，让公司可以和这个世界深度连接，推动生态恢复。公司那么强，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解决麻烦？核心力量要解决根源，分配给各个世界的力量有限。苏静，看来你还没有明白你的工作性质。如果类比地球上的商业公司，你现在的职位是公司的保洁，而且是唯一保洁。什么玩意儿？保洁？这怎么说？哪怕成千上万的世界灭亡，对公司都不足道，但他们发现公司里的强者战斗欲太强，潜藏的暴力性不断增强，影响到了组织中枢，由此高层才联手创造了这个职位，内部称之为星火。星火？你的任务是拯救世界，用新世界的生机与秩序去削减那股暴力性。这项计划非常成功，可惜在你之前的2代星火全部战死，所以才找上你。为什么是我？全宇宙找不出别人了。你的命格罕有，几乎与所有生命星球相契合，你是最适合的人。就算你任务失败，留在任务世界，公司也能通过你与世界产生完美连接。说的我那么重要，结果就是个随时可以被人牺牲的弃子。有本事大家都看得上你，没本事你也不会有人在乎第1天工作。这是2代星火留下的复盘记录。这一页，你在精神崩溃之后，仅仅5分钟就开始重新测试公司配备武器的性能。1个小时，准确测试出全部性能之后，开始磨刀准备。优秀的战士在短暂失落后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那就是准备下一场战斗。你具备顶尖战士的心智，其余缺乏的一切，公司都可以帮你补全。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上，无需签字，只要你心中同意，这栋建筑和2代星火积攒的宝藏就将彻底属于你。你们这么厉害，还用这种古老的方式签合同？让1代星火的习惯喜欢搞点仪式感，你不愿意？对不起，我想我还是不考虑了。这听起来像某种阴谋，而且我只想当一个普通人。你觉得公司这种存在会骗你一个凡人吗？我一直觉得只有弱智才热衷阴谋论，但我还是想当普通人。滚吧，你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愿意干。你怎么突然这么恶劣？对不起，我是初代星火创造的，性格底色沾染了他的一部分。如果是他看见你这副德行，肯定直接开骂了。初代，他是真正的畜生，开局就杀客户全家，硬逼着客户成长。幸亏他死得早。那2代呢？他是真正的绅士，心中充满慈悲，人逆己逆人机，己机死亡。
对他而言或许是种解脱。把这个拿上，按照2代星火的规则，你回家后还有1个月时间考虑，任务奖励也只有你确认加入后才能交付。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但你是聪明人，聪明人是不会把希望跟未来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言尽于此。回来了，回来了，我回来了。几分钟后，狂喜褪去，但那股死里逃生的窃喜依旧挂在苏静的脸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傻子。手机送给福清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安全，不过自己也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能力还在，但公文包和银色弓弩都被公司回收了。等等，我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钱，忘了搞钱了。末日世界里那点土特产根本不值钱，现在自己身无分文，简直是龙王归来，却发现忘带钱包。105万，不是，这钱哪来的？不对，是那块表，龙林大厦里捡的那块破表，公司竟然给换了100多万。离开1个多月，和在异世界的时间流速差不多。不过现在最紧要的还是买个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儿子，你忙什么大项目呢？1个多月没消息，再不来电话，我跟你爸就报警了。妈，大项目现在忙完了，我挣钱了，挣了100多万。这年头，这么孝顺的乞丐不多见了。你小点声，他看着不像精神很稳定的样子。妈，我没吹牛，你跟我爸说一声，我过2天就回家，先挂了啊。老板，来2碗板面，1碗宽1碗细，都加面加蛋，多放辣椒，再来2鸡腿，1瓶大冰红茶。先结账。苏进，你对得起我吗？公司全让你拖垮了。看来那姓王的客户把气全撒老李身上了，收拾收拾，该回趟公司了。这一次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老李，我这次来就是要我那半个月的工资和提成，结了钱咱俩两清。你还有脸来见我？我让你给整惨了。王运通那个流氓现在天天堵着我要钱，公司业务都停摆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见义勇为还有错了？就显着你了是吧？就你腰杆硬，你要是有本事留下罪证，老子陪你一起扛。你什么都没有，装什么？你别喝我茶。说那么多干嘛？赶紧结钱！你把我害成这样，还想要工资？苏进，你有没有良心？是谁把你个破大学毕业生领进公司的？是谁带你去的商 K？ 你感恩吗？老李，少来这套！你剥削我多少年了？苏静如今的听力非比寻常，他清晰地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是王运通来了。老李，姓王的来找你了。姓李的，今天不把钱给我结了，我跟你没完，咱俩看谁先死。你小子终于露面了是吧？你是不是你联合老李砸了我家？我先弄死你！王总，你快走，他疯了，交给我。好，老李，你行，小子你给我等着。老李，人都跑了，还真打啊？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谢你。赶紧的，工资提成，再给我拿条烟，要不我现在就去把姓王的追回来。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老李，说实话，1个多月没见，还真挺想你的。滚！起床，起床！你一天天的除了睡就是吃，能有点别的事吗？又买罐头，买了也不吃。唉，真能叨叨。前2天你买那房车都把你爸气死了，整俩钱给你狂玩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妈，我求你别磨叽了行吗？我放假呢。挣点钱，我看你要上天。我挣钱不都是为了你们俩吗？赶紧起来，饭都给你做好了。回家半个月，舒坦日子没过几天就开始被嫌弃，自己也是贱，控制不住的想买房车，搞点末日储备，心情在安逸和焦虑中反复横跳。哎，靖哥，听说你挣大钱了？我妈说你妈在广场上都显摆疯了。100多个吧，干完1票就把工作辞了。扯吧，你不干了准备干啥？送外卖？你是不是受啥刺激了？别说我了，你怎么样？还在天文台干？干呗，就图个稳当。我就是个做图的，算什么科学家？那也高端啊，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不过回来之前倒是听见俩邪门的事。哦，说来听听。丽江那边的天文台有俩人观测太空的时候疯了，
不止国内，国外也有几个天文台的人疯了，还到处攻击人。还有，以前明明观测到的星体，现在找不到了，你说邪不邪门？真的假的？卧槽，你这啥眼神啊？真的，都上新闻了。我测，靖哥你怎么了？苏静强行压下涌到喉口的苦水。后遗症，最近有点不舒服，你送我回家吧。半个多月过去了，本来想要遗忘过去，麻痹自己，可身体和行为根本不受控制，而且现实似乎也出现征兆了。苏静眼神一定，仿佛做出了最终决定。3代星火，欢迎加入公司。